从出生开始，我每天都会做同样的梦，梦里不断重复同一天的场景，因此我做了很多无法无天的事情。反正在梦里，第二天依旧会恢复如初。但好在梦境的世界足够大，即便已经在这里戏耍了20多年，可每天依旧有新的发现。就比如今天。你是说，你每天都会做同样的一个梦，并且每次都会在0点42分准时醒来？那你爽爆了呀，哥们！在梦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想都刺激啊。不过今晚你就不用在梦里找刺激了，哥带你玩点真实的。我小弟把银行门撬开了，跟我走。林贤见此顿时来了兴致，起身就跟上了男人的步伐。哎，怎么称呼啊，大哥？道上都叫我大脸猫，你叫我脸哥就行。那脸哥，我的任务是什么？现在还不到你这密码专家出手的时候，跟着我别乱跑。搞定了没？现在少了一个人分钱，我们能多分不少钱呢。这个，他不是你小弟吗？他这人手脚不干净，为了我们的安全，留步的。说完便拉着林贤往里面走去。来到一个岔口，只见一个蒙面的男子正捣鼓着配电箱。还没弄好吗？弄好了，警报系统解除了。不是啊，大哥，你这样搞的我很没有安全感啊。你这个小弟也手脚不干净吗？这家伙手脚还算干净，但他勾引你大嫂，你说我能不能留他？你这大哥这么难当吗？哎呀，不要在意这些小细节了，又少个人分钱，你不该高兴吗？你不会打算一会儿也把我给崩了，自己独吞钱财吧？那必须不会。随即便摸出一个胶布粘起来的物品递给了林贤。这是什么？C4炸药。你脸哥我为人坦荡，从不做小人之事。一会儿你要是觉得我想杀你，你就直接按下开关，把你脸哥一起炸飞，这会放心了吧？行，靠谱。老大，我把主供电线路切断了。老弟，这个人他……没事，脸哥，你就直接告诉我，现在还剩几个人分钱吧？就咱俩了，嘿嘿，就咱俩。说完，又拉着林贤往里面走去。你看到仓库了，该你这密码专家出手了。密码是多少？我要知道密码，还找你这密码专家做甚？别闹了，老弟，抓紧吧，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主电力一旦恢复，安保系统就会自动报警。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说完，林贤就走到密码门前开始捣鼓。一旁的大脸猫着急地问道：“你大概要多久？10分钟？这也太久了吧？9、8、7。”大脸猫震惊地看着飞奔走的林贤，然后又看了看贴在门上的 C4炸药。我靠！我特么，你不是密码专家吗？你就这么破解密码的？你就说效率不效率吧。你看，里面就是仓库了。走进仓库，里面并没有想象中的钞票和金条，只有一个个保险柜整齐地排列着，每个保险柜上都写着不同的人名。这时林贤后退一步，死死地盯着上一个保险柜上的名字。这个保险柜上为什么会出现自己的名字？脸哥手下留情啊，你可得讲道理。我一没手脚不干净，二没勾引大嫂，你肃清家门也不能冤枉到我头上吧？好吧，我承认，其实我压根不是什么密码专家，我就是在广场溜达，随便捡了个面具戴上，结果你二话不说拉着我就上车了。我也不知道这奥特曼面具是你们的接头暗号啊。再说了，你今天要是带那个真的密码专家来，保不准等天亮了都破解不了密码，遇上我是你歪打正着的福气啊。我可没那么笨，要是到天亮都破解不了密码门，那还算什么密码专家？我脸哥呢？女人指了指地上躺着的大脸猫。你杀了他？我要不杀他，刚才死的就是你。他本来就打算杀了你们所有人后独吞钱财，不是什么好人。哎，你们这队伍是真难带啊。我和他也是第一次见面，并不认识，我只认卡通猫面具。你们的接头暗号还能再复古一点吗？女人没有搭理他，径直来到了写有林贤名字的保险柜前。哼，竟然是机械锁。这个林贤的保险柜里有什么？不知道。你认识林贤？不认识。那你干嘛开他的保险柜？你哪来那么多问题？哪凉快哪待着去。林贤看着保险柜上的8个密码转轮，陷入了沉思。要不试试19990-320？什么？我说那个保险柜的密码，试试看19990-320。这是什么数字？我的生日。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听着，警报随时会响，没人会在这种场合开玩笑。我和你的目的是一致的，甚至我比你更好奇这个保险柜里藏了什么。相信我，这个密码绝对错不了。女人看着林贤，半晌后才开口：“你再说一遍。19990-320。”很快，女人将8个密码装好，回头看了林贤一眼，然后按下锁口，没开。我刚才真该让你猫哥把你打死。他非说要喊他脸哥。够了，再说一个字，我就杀了你。林贤老实的后退了2步，
静静地看着他破解密码。这时，四周响起了警报声，女人一拳捶在保险柜上后，深深地叹了口气，而林贤则抬起腕表看了一眼时间，没时间了，明天再来吧。呵呵，明天？你把这里炸成这样，你觉得你明天还有机会进来？你确实没机会了，但我可以，我每一天都可以。拜拜喽。今天这什么剧情，乱七八糟的，像是和一群傻子拍电影。那个写着我名字的保险柜里到底藏了什么？还有，为什么密码不对呢？林贤拿起了手机，点开工作群的消息。所有人，明早9点在3楼会议室开会，赵总要亲自过目大家的方案，所有人不许迟到。收到回复。太卷了吧，这群人！抱怨归抱怨，他还是得卑微的回复。收到。我昨天晚上就告诉你们了，今天赵总要亲自过目你们的方案。结果你们看看，搞的都是什么玩意儿？我们新品牌主打的是什么？是年轻，是少女。Kitty 猫 ，Hello Kitty 都见过吧？我们要的就是和 Kitty 猫一样的品牌形象。给哥们这点工资，还想要 Kitty 猫？肥仔，你嘀咕什么呢？没有啊，娟姐，我说 Hello Kitty 最棒了。而座位上的林贤闭着眼睛，仍在思考昨天梦里的保险柜。8位数的密码到底是什么 ？Kitty 猫。听着李娟的咆哮，林贤不禁联想起大脸猫脸上的面具，便随手画了起来。林贤，你画什么呢？小猫咪，好可爱呀！林贤，这么好的设计稿，你怎么不交给娟姐呀？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全都看了过来。什么？我看看。你这个，我觉得还不错啊。赵总，您看看，这是林贤给咱们新品牌设计的形象。放下稿纸后，所有人纷纷议论了起来。林贤画的这个猫头可以啊，真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可爱和精致感。一个好的品牌形象，就是要足够简单，这样才能更有辨识度，更有利于传播。我觉得在这点上，林贤这只猫和叮当猫有异曲同工之妙。董事长赵英俊看着手稿，也是柳眉舒展。不错，对吧，赵总？你看，我们设计组还是有能人的，林贤可是我们组里的秘密武器。林贤，你快给咱们赵总讲讲，你是怎么设计出这个猫咪形象的？有什么灵感来源？这个我在梦里梦到的。林贤，而赵英俊则微笑着点了点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如果没有前期的努力和积累，光做梦肯定是不会有成果的。想必林贤平时也没少为这个项目操心。不过，光一个猫咪头肯定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个全身画像。虽然衣服、鞋子这些都可以后期更换，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原始方案来参考。林贤，能麻烦你把这只猫咪的身体和服饰也画出来吗？大脸猫戴的面具上就只有一个猫咪头而已，鬼知道它身体长什么样。看来得再去梦里找它问问。没问题，设计稿都在家里，我明天带过来。晚上，林贤早早地躺到了床上，一阵白光袭来。600年后的世界和现在也没什么区别嘛，大概是我的想象力不足吧。接招吧，奥特滑铲！嘿，追我呀，追我呀！别跑，我才是奥特曼。关键物品，奥特曼面具到手。在这呢，老弟，这广场都是戴奥特曼面具的小孩，你可真难找啊！跟我来，车就在那边，我小弟已经提前去银行了。等下，脸哥，我有个问题。Say， 你面具上的这只卡通猫叫什么名字？你说这个呀，这是科科猫啊，你连这个都不认识吗？很火的。没想到你一把年纪，涉猎还挺广啊。我女儿很喜欢这个猫，以前买过不少玩偶。行吧，我有点东西忘拿了，你去车上等我吧。林贤刚转身，一只手猛地拉住了他。你以前见过我？第一次见。那你为什么喊我脸哥？你想知道？想。因为你的脸实在是太大了呀。原谅我实在没办法忽视你这张大脸，如果你介意，我可以换个称呼。嘿嘿，你小子猜的还挺准啊，道上都叫我大脸猫，你还喊我脸哥就成。快去拿东西吧，我们赶时间。你好，我想买一个科科猫的玩偶。好的，先生，在这边货架上。林贤走了过去，拿起货架上的一个科科猫，便上下打量，仔细研究这猫咪的构造、比例等细节。这算是抄袭吗？我梦里的一切还不都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我才是原作者吧？哎，你搁那干啥呢？咋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啊，老弟，抓紧的吧。不用找了。你特么就用这玩意破解密码？送给你女儿吧。谢谢你，我已经很多年没买过科科猫的玩具了。女儿长大了是吧？她死了很多年了。那年她才6岁。是意外吗？不
是被人杀死的。为什么要杀一个6岁的？老弟，到地方了，该干正事了。走吧，老弟，抢完这里的钱，我就能给我女儿报仇了。先干活，一会儿咱们再好好聊。其实仓库里都是保险柜，1分钱都没有啊，脸哥。你倒是下车啊，老弟，咋这么磨叽？快12点了。算了，来都来了。搞定了吗？现在少了一个人分钱，咱俩都能多分点。这种手脚不干净的人绝对不能留。你怎么知道的？你看他这面相，就差把不忠2个字写在脸上了。真的假的呀，老弟？算了算了，抓紧走。弄好了，警报系统解除了。活该，这种勾引大嫂的人渣，死都便宜他了。我操！这破事你特么都知道？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连你都知道了？岂不是全天下都知道我大脸猫被小弟戴绿帽子了？也没有全天下了，我也是看面相看出来的。你看这家伙，就差把勾引大嫂这4个字写在脸上了。老弟，你特么逗我玩是吧？他背着你，蒙着面，黑灯瞎火的，你还能看清楚他面相？给你台阶就老老实实下，非要我说全天下都知道了。走走走，我们赶时间。老大，知道我为什么杀他吗？这个还真不知道。这家伙性质最恶劣，他一会儿打算杀了我们所有人，独吞钱财，甚至连逃跑路线都规划好了。你说我该不该杀他？你俩就别50步笑100步了。老弟，该你出手了，你可得抓紧时间破解密码啊！一旦主电力恢复，这里的安保系统就会自动报警。放心，我只需要10秒。哎，你干嘛？借 C4 用用。快跑！我靠！我呸！你们密码专家就这样破解密码的？专家俩字体现在哪？你就说效率不效率吧。钱呢？你问谁呢？我问你钱呢？我不知道啊。你给我说这里有成堆的钱，成堆的金砖，你特么耍我！就是你说这里有钱，我才跟你来的。我特么没说。是我说的。你为什么要骗大脸猫？我骗他什么了？骗他说这里有钱有金砖，但实际上你的目的只是为了保险柜吧？要你管，哪凉快就哪待着去，别让我后悔救你。那为什么要救我？要你管。你这样聊天就没意思了。这样，我们做个交易吧。你告诉我救我的原因，我帮你打开保险柜，你很赚的。呵呵，你真以为戴个奥特曼面具，自己也是密码专家了？我比密码专家更容易破解密码。笑话，我凭什么相信你？因为我就是林贤。其实，在广场上看到你假扮我跟着大脸猫上车开始，我就觉得你这个人脑子有毛病。现在误会解除了吧？现在更加确定了。说白了，你还是不相信我呗。但是你既然是来偷林贤的保险柜的，你肯定对他有所调查吧？他长什么样子你不知道吗？你好好看看我的脸，对比一下你之前调查的照片，看是不是一模一样。我也不知道林贤长什么样子，不过倘若你真能帮我打开保险柜，我大可以告诉你答案。如果是电子密码锁，我用不了几分钟就可以破解掉，但偏偏这里用的都是机械密码锁，还是8位数字的密码，无论是穷举法还是听音法，都无法在短时间内破解。所以我不关心你是谁，但只要你能打开这个保险柜，你就是我的合作伙伴。成交，你怎么称呼？ CC， 你叫我 CC 就行。你有什么计划？先试试我成年的日子吧，有意义的日期咱们一个一个试。刚才我妈的生日还是不对吗？哼，要不再试试你奶奶的生日？我还真不知道我奶奶生日。你听不出来我在讽刺你吗？你刚把你7大姑8大姨，甚至你家狗的生日都试过一遍了，你就不能换个思路？为什么一定要是日期呢？8位数的密码难道没有别的可能吗？肯定是日期，相信我，这是我长久以来设置密码的习惯。你这是假定自己是林贤在思考。我再重申一次，我不是假定，我就是林贤。你能不能安静一点，别打扰我思考？呵呵，你代入感还挺强的。你刚才说的这些日期全都是几百年前的，要不是实在没办法，我压根不会在这里听你胡扯。难道你家里人全是活了几百岁的老妖怪？梦里绝对不会出现你认知以外的东西。你倒是快想啊！我在想啊，可是想不到啊。你再想不出来，警察就到了，我真就不该相信你。林贤看了下手表，现在不单单是警察的问题，连梦境也只剩下30来秒。你到底行不行啊？刚才说的漂亮话呢？你别吵，我以前喜欢过一个女孩。你犯什么病？我没空听你的爱情故事。
他是我同桌。我不想听。我特么还不想说呢，还不都是为了你吗？19990707，他的生日，快！密码不对。 20150609，这又是什么日期？别给我说是你告白的日子。卧槽，你快别瞎猜了，快说密码呀！说好了。CC 咬牙切齿，狠狠地砸在了锁扣上，保险柜依旧纹丝不动。骗子！第二天，公司里的人看着林贤从梦境里抄来的画稿，全都目瞪口呆。这，昨天不还只是一个草图吗？怎么今天连30图都给搞出来了？你是不是傻？昨天林贤只是随手画了个草图，并不代表人家昨天才开始设计啊！这设计稿的完成度这么高，林贤少说也忙活了2个月吧？董事长赵英俊放下画稿，欣慰地笑道：“这真是一个优秀至极的品牌形象，看得出来林贤真的下了功夫。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要先给它起一个名字。林贤，这只猫咪既然是你设计的，那就由你来给它起个名字吧。”这只猫的名字嘛，既然公司的新品牌叫做莱茵，那就叫莱茵猫吧。莱茵猫就这么随便的吗？莱茵猫不挺好的吗？既然是品牌形象，那肯定是优先为宣传品牌而服务的。我觉得没有比莱茵猫更合适的名字了。莱茵猫确实不错，你愿意把这只猫和公司品牌名字绑定，我们自然不会亏待你的。现在我宣布一个新的人事任命，我打算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专门负责莱茵猫的 IP 开发工作，而这个部门的组长就由林贤担任。厉害，林贤，直接当组长了。你要不把我调过去你的部门吧，我给你当兵。这晚上必须请客吃饭了吧，林贤？以后你的级别和待遇都和咱们娟姐一样了，工资至少涨了3倍不止啊！嘿，林组长，苟富贵勿相忘啊！行，请客，你们快别吵了。散会后，赵英俊主动走了过来。好好干，林贤，我很看好你的才华。化妆品终究只是可以替代的快消品，只有文化和艺术才可以在历史中源远流长。或许几百年后，人们早已不再使用我们 MX 公司的化妆品，但他们却依然记得莱茵猫。加油吧，少年！一碗鸡汤下去，林贤的斗志满满。晚上回到家，已经10点多了。没想到这梦里的东西还真能派上点用场。梦里是叫科科猫来着，其实还是莱茵猫好听。梦里又是熟悉的广场。今天睡觉太迟了，广场上的人估计都回家了，干点什么了？身为新部门的组长，再去玩具店看看别的款式吧。来到了玩具店，林贤就直奔科科猫所在的货架。科科猫呢？一瞬间，林贤的脊背发凉，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感蔓延全身。因为20多年不曾改变的梦境，竟然发生了变化。这还是我的梦吗？猛地一回头，发现店员正站在身后。先生，请问你有什么需要？我想买一个科科猫玩偶，之前还在这里摆着的。科科猫？先生，你是不是记错了？我们店里从来没卖过什么科科猫啊。你没听说过科科猫吗？从来没听说过。先生，您是不是记错名字了？我们店里的玩偶很全的，要不您给我描述一下玩偶的样子，我帮您找找。林贤向店员形容了一下，售货员瞬间眉笑眼开。哦，我知道了，先生，有的，你要的玩偶在这边。您看，这里全都是，这只猫都火了好几百年了，还是非常受欢迎。不过，您确实是把名字记错了，这只猫的名字叫做……我看到了。此时的林贤像被一盆冰水劈头淋下，因为广告牌上写着硕大的字体：100年爆款，市级热销，莱茵猫。0点42分的白光准时而至，林贤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喂，高阳，出事了。怎么了？我的梦境发生变化了。好事啊，这说明你病情好转了。我之前就让你多看点科幻电影，你梦里的世界肯定会发生变化的。是不是梦到宇宙飞船2向箔了？哎呀，不是这种改变，你在哪？在家看球呢，卡塔尔世界杯，来不？行吧，等我一会儿。喝杯啤酒压压惊。说说吧，兄弟，到底怎么个事？是这样的，说起来有点长。接着，林贤将梦境里的事情全部讲了一遍。一旁的高阳看着电视不停地点头。我听懂了，也就是说你在现实中画了一只猫，然后它出现在了梦里。你听懂个屁！我认真给你讲这么久，你就理解了这么点东西。好球啊，牛批！梅老板牛批，阿根廷牛批，稳了。林贤回头看了看，此时电视里正回放刚才的进球画面。你特么压根就没听我说。哎呀，听了，咱俩认识20多年了，有关你梦的事，你都给我说过几百次了。其实翻来覆去，不还是那点事吗？重点是这梦境20多年都没变化，怎么今天就变了？这其实很简单，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潜意识你懂吧？虽然你觉察不到，
但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很多时候，人可以欺骗自己的大脑，但是绝对无法欺骗自己的潜意识。但这和我的梦境变化有什么关系？因为你的潜意识发生了变化啊。我问你，现在在你潜意识里，你觉得这只猫应该叫什么名字？莱茵猫。这不就对了吗？你潜意识都认为是莱茵猫了，梦里的版本自然也得更新啊。就这么简单吗？就这么简单。其实现实中的东西出现在梦里，有什么好奇怪的？等什么时候梦里的东西出现到现实中了，那才叫真正的出大事了。对了，听说你升职了？升了个小组长罢了，但是直属小组和部门评级。可以啊，兄弟，一步登天了，抓紧赚钱吧，赚到钱来我店里买车啊。下次一定。第二天，林贤拿着最新的莱茵猫设计稿去给赵英俊汇报工作。很不错，交给生产部找工厂投入生产，和我们莱茵品牌的产品一起发布，当做赠品。好的。对了，林贤，我看你的简历，你是东海大学毕业的？是的，赵总。晚上有一个科学募捐的晚宴，你陪我去一下，地址一会发给你。林贤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还是应了声。晚上，林贤准时来到了宴会地点。今天的科学募捐晚宴是东海商会的会长楚山河组织的，那就是楚山河，东海市最有名的大人物。林贤转头看去，只见一个中年男人正和大佬们谈笑风生。听说过，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听到楚山河的传奇故事，还有传闻说他是一个女儿奴。那可不是一般的宠，是捧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哦，林贤随口应了一声，因为他并不关心和他完全没有交集的事情。你看那边，那位就是东海大学的许云教授，你上学时认识吗？不认识。许云教授是国内唯一一个研究冬眠仓课题的科学家，只是一直以来在研究上都没有什么起色。国内还有人研究这个，太科幻了吧？只有他一个。前段时间他在研究冬眠仓填充液时又失败了，但却意外得到了一种新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和水结合后会形成一张单分子薄膜，能透气，但却完全隔绝水分子，并且还对皮肤无害。你知道这种物质在我们护肤品领域意味着什么吗？能透气还能锁水，这不就是保湿霜吗？我明白了，如果我们能拿下这种化学物质的使用权，来做我们新品牌莱茵的首发单品，那不直接卖爆吗？没错，现如今各大美妆公司也包括我们，都给许教授开出了非常高的价钱，可他根本不搭理我们。但好消息是，他也不搭理其他公司，所以我们还有机会。走吧，我们去给许教授打个招呼。许教授，好久不见。祝贺您，许教授。赵英俊举起了红酒杯说道：您的研究成果真是划时代的发明，我相信只要将其运用在正确的领域，一定可以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你是说的那个可笑的失败品？我受到的嘲笑已经够多了。不是的，许教授，我认为那不是失败品，您应该珍惜您的研究成果。赵小姐，如果你来这里是为了给科学事业捐赠资金，那我陪你喝多少杯都可以。但你是为了我那可笑的失败品，那很抱歉，恕难奉陪。我和你说过，我身为科学家的尊严不能允许我做这件事。您见笑了，许教授，一码归一码。今天我就是为了支持科学事业，支持科学研究而来，绝无别的意思。那就好，那我就在这里替东海市的科研工作者们谢谢赵小姐了。说完便直接转身离开。看到了吧，林贤，他对我们一直都是这种态度。许云教授应该很缺研究经费、实验设备之类的，他为什么不愿意把那个失败品换成资金呢？这大概就是科学家的自尊和倔强吧。他失败太久，也被嘲笑太久了，所以更不能接受把自己的失败品卖得满世界都是，每次被人提起都是钻心的疼痛。林贤，你也是东海大学毕业的，所以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林贤顿时愣住了，一瞬间他想起了《西游记》里奔波霸被九头虫命令去把唐僧师徒除掉的场景。自己何德何能啊？回头我打听打听吧。在梦境，他是那个无法无天的大魔王，但在东海，他还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芝麻。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今晚打算提前入梦埋伏。大脸猫，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没告诉。听着，大脸猫，我不仅知道你的名字，我还知道你一会儿打算把所有人都杀掉，自己独吞钱财。我操！我没有。但实际上，那密码专家骗了你，银行仓库里1分钱都没有，你是被利用了。你到底是谁？看着奥特曼咄咄逼人的走来，大脸猫直接慌了神，右手往腰间摸去，一只手直接按在了他的枪把上。如果你想给女儿报仇，那就听我的，我知道这座城市里哪里有钱。我女儿的事你也知道。别废话了，上车。老弟，到底咋回事？你到底是不是密码专家啊？我不是。那你特吗？但我能帮你搞到给女儿报仇的钱。大哥，你说那个和你联系的密码专家是不是告诉你说银行仓库里有很多钱？对，还有金砖。
他是骗你的，里面1分钱都没有，仓库里全是保险柜，他只是利用你攻破银行的安保，等你没用处了，8成会杀了你。你光说这些，我也没法相信啊。我是来救你的大脸猫，一会儿进了仓库，你自然什么都明白了。有没有钱你自己看。那你为什么救我？也算不上救你，我也有我的目的。我希望你到时候听我指挥，和我一起对付 CC。CC 就是那个真的密码专家的名字。但我有2个问题。C， 如果没有真的密码专家，我们该怎么进入银行仓库？放心，我比专家还快，我只需要10秒。这么牛批？还有，你说你能帮我搞到给女儿报仇的钱，这是真的吗？这座城市里其实有很多能搞到钱的地方，比抢银行要安全效率的多。我在这城市闯荡很久了，很清楚怎么搞到这些东西。不过说着，林贤看了下手表，已经快12点钟了。不过今天肯定是来不及了，只能明天带你去了。好嘞，哪能差这一天啊？明天就明天，今天我听你的，你是我大哥。很快，汽车就开到了银行门口。我小弟把银行门锁搞定了，我们走。等一下，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挺好奇的。什么事？你女儿的事。我只知道你女儿是6岁那年被人杀害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会有人杀一个6岁的小女孩？大脸猫看向窗外，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其实告诉你也没什么，但我们的时间好像来不及了。放心吧，脸哥，这银行我抢过好几次了，轻车熟路。你耽误多少时间？一会儿我直接速通给你补回来。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你可能不相信。别看我这样，我父亲当时可是很有名的数学家，还拿过菲尔兹奖呢。那时候我在外边打工，有一天半夜，我女儿突然发烧抽搐，我父亲抱她往医院跑的路上，被一辆大卡车直接从他们2人身上碾了过去。后来我调查了很久，才发现那根本就不是意外，那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他们的目标只是我父亲，我女儿是被牵连的。是谁要杀你父亲？你说的是他们，那应该不是一个人吧？是一个组织，一个很神秘的组织，神秘到根本就找不到任何一丝蛛丝马迹。我调查了这么久，却除了一个名字以外，什么都找不到。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天才俱乐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他们是干什么的？里面的成员真的都是智商很高的天才吗？我真的是什么都查不到，唯一能找到的一条和他们有关的传闻就是，只有最顶级的富豪、最极致的天才、最有权势的大人物们才能收到这个俱乐部的邀请函。所以这才是你抢银行的理由吧？你想搞到很多钱，其实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能收到一张天才俱乐部的邀请函，然后找到他们的大本营吧。但是恕我直言，脸哥，这个俱乐部的门槛要是真有那么高，那我觉得光是银行里的钱恐怕是不够的。我自然知道光抢银行的钱肯定不够，但有了这些启动资金，总归比现在有报仇的希望吧。不过老弟，都这个时间了，你确定还来得及吗？放心吧，脸哥，我答应过你会把浪费的时间给你补上的。跟我下车。手脚不干净的家伙，留不得。说完，林贤直接往里面走去。大脸猫一脸震惊的愣在原地。等等啊，老弟，你杀我小弟干嘛？勾引大嫂的人更是罪该万死。我的妈呀，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你这都是从哪里听说的呀？不是啊，大哥，你慢点。我忽然觉得不是很赶时间了，你慢点行吗？大哥，别杀了大哥，你把我小弟都杀完了，肃清家门这种事就不劳烦你动手了吧。林贤把大脸猫拉了起来，指着前面说道：“前面就是仓库了，很快就到。”老弟，有一说一，你这枪法真的好准啊，就跟神枪手一样。你玩枪多少年了？10几年了吧，以前玩得多，基本每天晚上都打枪战。打枪战？有时候还和狙击手对狙，不过每次都打不赢他们，狙击枪还是比手枪难操作多了。大脸猫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尴尬的笑道：“你说的是游戏吧？那种打枪的游戏对吧？你猜呢？”这，我干的还行吧，脸哥，我觉得这已经是最优路线了。干得好，下次不要再干了。特么的，那个密码专家敢骗老子，真特么1分钱都没有。我们现在怎么办？咱们去把你那个小弟的尸体搬过来，戴上你的猫咪面具，然后你躲起来等我指示。你真是太聪明了，老弟。很快一切准备就绪，林贤在假大脸猫的身体旁踱步，还不时地看着手表。差不多了，出来吧，我知道你在哪。几秒钟后，一个苗条的身影缓缓走出。你又是什么人？我是你的朋友。我可不记得有你这样的朋友。林贤指了指地上，对着女人说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你骗大脸猫说仓库里有大量的钱财，等一切露馅，你俩不可避免要发生一番交战。我现在替你解决了这么大一个祸患，难道还算不上你的朋友吗？我又该如何相信你呢？”林贤微微一笑，将手里的枪直接丢了出去。这诚意足够了吧？接下来就要看你的了。我和你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打开林贤的保险柜。不过我只需要知道里面有什么就可以了。女人犹豫了一下，
也将手里的枪扔了出去。而这时，身后伸出的枪口却顶住了他脑袋。骗子啊！你特么才是骗子！我呸！要不是我好兄弟识破了你的诡计，老子今天就被你害死在这里了。现在我重新来讲一下现状。首先，我无意伤害你，更不会杀了你什么的。我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得到答案之后，我们2个人就会从这里离开。你爱去折腾保险箱就去折腾，咱们互不干涉。哼，你想知道什么答案？你认识我吗？不认识。或者说，你以前有没有见过我？听说过我的什么事情吗？没有。那换个说法，你看到我，听到我的声音之后，有没有想起什么事情？就是有没有那种感觉，会让你看待我和别人不一样？比如说，你可以随手杀了旁边的大脸猫，但你却不会杀我。那个，我受过专业的训练，一般是不会在这种紧迫阶段笑出声的，除非忍不住。而一旁的女人却是没有任何反应。这个答案比你的命还重要吗？哼，那要看你有没有本事要我的命。特么的，看不起我大脸猫是吧？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大脸猫，干什么？虽然这个银行仓库里没有钱，但我并没有骗你。那边的保险柜里有你更需要的东西。你说什么？有我更需要的东西？你好好想想，如果不是保险柜里有你要的东西，我干嘛要找你合作呢？我要打开那个保险柜，既是为了我，也是为了你啊！一瞬间，大脸猫醍醐灌顶。邀请函？你是说那个保险柜里有一张天才俱乐部的邀请函？别相信他，点哥，他是骗你的，他根本就不知道保险柜里有什么。你敢赌吗？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大脸猫脸色不停变换，看了看 CC， 又看了看林贤。不知何时 ，CC 的手里又多了一把枪。你猜猜看，我会不会杀了你？菲尔兹数学家的儿子，特么就这点弱智水平，我不玩了，开枪吧。你可真是我见过的最不把命当回事的人。先是假扮我上了他的车，又在这里炸出这么大动静，你是真的一点都不怕死吗？别废话了，抓紧吧。不过反正你都要杀死我了，你就告诉我答案呗，也算做件好事，让我死也死个明白。你到底想问什么？我就想知道咱们2个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很显然，你绝对不是第一次见我吧？至少对我不是绝对的陌生，肯定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才让你没有一枪崩死我。我们之前到底有没有见过面？没有。这都不杀我吗？你走吧，别干扰我做事。林贤顿时感觉有些难以置信，自己刚刚对他做了这么过分的事，他甚至眼都没眨就把大脸猫杀了，怎么到了自己这就不舍得杀了？这里显然有问题。那个，我还想问个问题。你哪来这么多问题？都是你在这里浪费时间。就一个。这个林贤的保险柜里面到底是不是天才俱乐部的邀请函？这时，刺耳的警报响起，没等女人回复，0点42分的白光再次吞没世界。哎呀，搞什么嘛！白天搬砖这么累了，梦里就不能来点爽文桥段？第二天，林贤刚到公司，前台的同事就递过来一个玩偶。林组长，你的莱茵猫样品造出来了，先给你一个。真不错，这个我先给赵总送过去，你回头再送几个到我办公室吧。哎，林组长，你是要去赵总办公室吗？早上有位女士放下一张请帖，说要给咱们赵总，要不你顺便带上去？行，给我吧。林贤接过请帖后，仔细打量了一番。是赵总有朋友结婚吗？说着，便随手将请帖翻了过来。一瞬间，一股冰凉之意蔓延全身，蓦然回想起高阳说过的话：等什么时候梦里的东西出现到现实中了，那才叫真正的出大事了。因为卡纸上赫然写着5个大字：天才俱乐部。此时的林贤感觉整个世界被抽离，仿佛一切都消失了。怎么了？杵在这里，莱茵猫已经做出来了吗？真不错，比我想的还要可爱。见林贤还愣在原地里，赵英俊便指了指他手上的卡片：这个也是给我的吗？啊，赵英俊接过卡片看了看，就不以为意的往电梯走去。万一那不是邀请函呢？可能是广告，或者是婚礼请帖吧。很快，林贤便拿着最新的设计稿来找赵英俊汇报工作。可以，这个项目就继续推进下去吧。对了，许云教授的事你打听了吗？我联系了一下我的辅导员，打听到许云教授之所以如此执着研究冬眠仓，是因为他那瘫痪在床的女儿，他只有这一个孩子，在一次游乐场玩耍时出了事故，成了植物人状态，据说躺了有快10年了，根本没有苏醒的可能，所以他希望利用冬眠仓把女儿送到未来，用未来的医学技术治好她。很像我看过的一本科幻小说《三体》，你看过吗？里面的主角也是这样，中了病毒治不好，就塞进冬眠仓里，等未来科技发达了再解冻治疗，保住了一条命。科幻小说终究是人们的幻想罢了，一个完全没有理论支持和前期积累的领域，怎么可能说成功就成功呢？想必许教授也是爱女心切，心生糊涂了。
林贤，有空了买点东西去医院看望下吧。好的，那个赵总，还有一件事，早上你走的匆忙，忘记跟你说了。什么事？就是那张红色的请帖，你还有印象吧？早上从我手里拿走的那个，我忘记跟你说了，它不是快递寄来的，而是一个女人亲自送来的。哦，这是啊。赵英俊没有当回事，继续低头阅览件。是请帖吗？是一张邀请函。还有事吗？没有了。竟然真的是一张邀请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行，必须要搞清楚。喂，高阳，出事了。你又出啥事了，大哥？不会还是你那破梦吧？我上次不是给你说了吗？梦里的东西都是假的，只要不是梦里的东西跑到现实中了，就不是什么大事。你个乌鸦嘴，还真让你给说中了。啥？现在忙，等晚上我到你家细说吧。挂完电话，林贤便坐在位置上，看着窗外发着呆。晚上，林贤仔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后，高阳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我听懂了。你又懂了？说白了，其实还是潜意识的事。潜意识是背锅侠是吧？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解释不清平行时空。我认认真真给你讲了这么久，你还拿潜意识这个词来敷衍我？不是一码事。上次我着急看世界杯，没给你讲得太明白。但其实潜意识这种东西，它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那麻烦你讲简单一点。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你有没有过听到一首歌，一段旋律，你感觉很熟悉，但却死活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听过？这个确实有。这不就对了吗？你之前一定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天才俱乐部这个名字，哪怕是电梯里的窃窃私语，地铁上一晃而过的广告，总之你肯定听到过，所以才会在梦里梦到它。但是你的说法根本没办法解答我的核心问题。我纠结的不是我会梦到天才俱乐部这件事，而是为什么梦里的东西会出现在现实中。我昨天晚上才梦到天才俱乐部，今天早上就直接出现在眼前了，你觉得这合理吗？很合理啊，很多人都做过预知的梦，但基本都是巧合。哪有巧成这样的巧合？我梦里可是把天才俱乐部的背景故事都设定好了。那又怎样？你该不会觉得你的梦能准确预知未来吧？或者说，觉得你的梦是真实的600年后的未来世界？你别说，我还真怀疑过。行，你的梦可以预知未来是吧？这是什么？足球彩票。今天晚上凌晨3点，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打克罗地亚。你现在去梦里找到这场比赛的结果，等你0点42醒来后，告诉我谁赢了。行，我试试看。你在客厅声音小一点，别影响我睡觉。你看仔细点哈，最好把比分什么的都记下来。我们直接买比分的话，赔率更高。出发。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比赛结果该去哪里找呢？大哥，麻烦问一下，你对足球赛事方面了解多吗？尤其是世界杯这种赛事。那你可真是找对人了。我从小就看足球，想问什么随便问，别管你是问什么球员、比赛还是八卦故事，我都能说给你听。好嘞，大哥。那你知道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谁是冠军吗？是阿根廷吗？男人瞬间愣住了，十分不友好地瞪着林贤。你这是没事找事啊，小兄弟，好几百年前的事情了，我能知道？这么遥远的事，你在网上都搜不到，好吧？大哥别激动，我正在写这方面的论文，所以才需要了解当年的一些比赛。那如果我想找到相关的记录，我该去哪里呢？那这东西太不好找了吧？600多年前的比赛，你要真想找，就去图书馆看看吧。说完，男人就直接转身离开。书店好像天街那里有一个，以前晚上经过的时候，很晚他还开着门。经过一晚上的寻找，终于有本书引起林贤注意，有趣的足球知识期世界杯的历史。而书里的记载却只有简短的一句话：阿根廷在点球大战击败法国队，获得冠军。点球大战是什么意思啊？林贤不懂足球，所以不知道这句话里所说的点球大战指什么。不过既然最终的冠军是阿根廷队，那半决赛打克罗地亚肯定也是阿根廷胜利了。回到客厅后，高阳就着急地问道：怎么样，找到了吗？应该是阿根廷赢了吧？应该。到底比分多少啊？不知道啊，我就知道决赛是阿根廷和法国打的，最后阿根廷获得了世界杯冠军。行，我去楼下再多买点彩票。你不是已经买阿根廷赢了吗？才100，你都梦见阿根廷赢了，我不得多买点？说好的小赌怡情呢？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很快，高阳直接带回了一叠彩票，5000块钱，1个月工资梭哈了。赢了会锁嫩模，输了下海干活。你这从小赌怡情到搏一搏，再到梭哈，也进化太快了吧？加油嫩模，煤老板就靠你了。而电视里，阿根廷队不出意外的赢得了胜利。卧槽，赢了！林贤，我们发财了！林贤同志，我们光明的未来就靠你了。你刚才不是还说我的梦不靠谱，
不是真实的未来世界吗？这个我还需要更多的实验数据才能下结论。所以说，明天那场半决赛，法国和摩洛哥谁能获胜？快告诉我！林贤回想起梦里看到的那句话，阿根廷队在点球大战击败法国队，获得冠军。既然法国都进决赛和阿根廷踢了，那明天肯定是法国赢啊！你还打算买？见好则收吧。你放心吧，我有分寸。明天我还来你家看球哈。第二天晚上，高阳如期而至，手里还拿着厚厚的一沓彩票。昨天兑奖了1万多，今天我又加了点积蓄，买了3万的法国胜。林贤，这次要是法国真赢了，我们能赚7、8万呢。那要是输了呢？去，你个乌鸦嘴，别胡说。很快，电视里的法国队果然一路猛攻，最终2比0晋级决赛。太牛批了，林贤，我们发财了，1年的工资直接赚出来了。不是，我们是不是搞错重点了？我找你来是商量梦境的事情的，怎么莫名其妙成陪你看世界杯了？这个其实我还是不太相信你的梦能预知未来，毕竟这太离谱了。但是如果最后的决赛还是和你梦境里看到的情况一样的话，那或许就真的不得了了。决赛过几天踢，到时候我再来你家看。我觉得已经没有继续验证的必要了。其实你要我这纯足球白痴买彩票，我也是买这俩队赢，明显实力差距很悬殊啊。要不下次你也买点彩票吧，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开路虎，让兄弟你继续吃苦吧。我觉得下次真的可以梭哈阿根廷了。再说吧，没什么心情。梭哈了，全买阿根廷胜。悠着点吧大哥，直接一把梭，哪有你这么晚的？怕什么？有时候玄学这东西，不信还真不行。你在梦里不是看得清清楚楚，说是阿根廷最终拿下了世界杯冠军吗？林贤点了点头，回想着梦里那本书上写的话。是的，说是阿根廷在点球大战环节击败法国。高阳一愣，随即一巴掌拍在了桌上，有些颤抖的对着老板说道：老板，你先等会儿，先别慌着打票。你刚才说什么？我说阿根廷在点球大战环节击败法国夺得冠军，有什么问题吗？你确定有点球大战这4个字？确定啊，我还想问你呢，这点球大战到底什么意思？我也不懂足球。还好，真是吓死我了，我那6万块钱差点就打水漂了。如果阿根廷真的是在点球大战阶段赢的话，那我们就不能买阿根廷赢了，应该买平局。为什么呀？因为足球彩票判定胜负平的标准只看常规时间的比赛结果。接着高阳便向林贤解释了一遍足球彩票的规则。我明白了，既然都打到点球大战了，那前面肯定是平局，所以彩票自然要买平。学得真快，平局的赔率很高的，快来一起买点吧。之前我都靠你赚了7、8万了，这次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最终在高阳软磨硬泡之下，林贤也买了3万块钱的平局。凌晨，世界杯决赛如期进行。当姆巴佩在最后几十秒内连进2球，2比2扳平比赛时，高阳顿时就疯狂了。这义夫，滚！一阵嬉闹过后，高阳便开始了梦境的分析。现在来看，你的这个梦好像真的有点不正常。不过我还是没法相信你的梦是真实的，因为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了。我记得你说过，梦境里的时间永远固定在同一天，是吧？每次都是一模一样的循环。昨天死去的人，今天依旧站在同样的地方。昨天还和我玩的好朋友，今天就把所有事忘得一干二净。我就像每天都在看一场重复的电影，而且梦里的科技水平近乎和现在没有任何区别。你相信600年后的未来生活和现在一样吗？别说600年了，就算60年后和今天比起来，都是日新月异。所以这么荒谬的一个世界，绝对不可能是真实的，更不可能是600年后的未来世界。听着高阳的断定，林贤没有说话，因为很多细节都表明他的梦境绝非一个虚假的世界。你啊，林贤，做什么事都太较真了。其实有些事糊涂着也就过去了，就好比能预测世界杯比赛这件事，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吗？你明天记得帮我看一下2026年的冠军是谁，咱们4年后继续发财哈。那你4年后再问我吧，谁知道梦里的东西还会不会变呢？科科猫都变莱茵猫了，说不定什么时候比赛结果也跟着改变了。嘿嘿，也是。第二天，高阳提着一袋子钱走了过来，林贤打开一看，里面是码的整整齐齐的16万元。给我这么多干嘛呢？因为他只买了3万块钱，中奖也才11万。一人一半吗？那堆彩票就算咱俩一起买的，兑奖一共30多万，一人一半得了，不用分那么清。林贤却直接拿出5捆钱扔给高阳。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一码归一码。再说了，我现在工资比你高多了，不差这点钱。哟，硬气。算了，不和你一个病人计较。我今天来是和你说正事的。正事是关于我的梦境吗？没错，这一次我将彻底揭穿你梦境的真相。我想到了一个绝对靠谱的方法。算了吧，高阳，这事你就别操心了，我有我自己的打算，你就别管我了。别啊，林贤，再信我一次，
最后一次。是这样的，我卖车的一个客户是个心理医生，我之前给你讲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在他的朋友圈里看到的。你的意思是，你打算带我去看心理医生？没错。不至于，我真没病，你就别瞎担心了。哎，去听听又没事，你要相信科学和权威啊。人家刘医生可是专业的，3000块1小时的咨询费，就是实力和权威的象征。什么？3000块1小时，怎么不去抢？现在还是心疼钱的时候吗？这个钱，兄弟我帮你出了，我已经帮你约好时间了，咱们快出发。没多久，林贤就被拉着来到了心理诊所。林先生，你是否确定自己能分得清楚现实和梦境？完全没有问题，刘大夫，我从来不会混淆梦境和现实。那你是如何判定和区分两者的呢？林贤顿时愣住了，因为他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刘大夫，我本能的认为睡醒之后的时间，那肯定是现实世界，这算是一种常识吧。林先生，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即便时至今日，也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方法可以准确的区分现实和梦境，更多的认知和判断还是来源于人类的直觉，尤其在梦境中，近乎所有人都意识不到自己在做梦。你从来都意识不到自己在做梦吗？那当然了，说真的，有时候我梦里的内容挺荒诞的，比如我又回高中读书了，有时候还会被恐龙追杀，但即便荒谬无比，我依然觉察不到自己身处梦境之中，除非半夜惊醒后才能意识到刚才在做梦。高阳说的没错，林先生，你不仅每次都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并且梦里的内容基本上也和现实无异。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区分现实和梦境的参照物，你会彻底分不清楚现实和梦境。林贤觉得刘医生的话有点危言耸听，便岔开了话题。刘大夫，我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一种办法能让我准确的明白我的梦境是虚假的，完全虚构的呢？当然有办法。正常人虽然在梦里分不清现实，但在现实中却不会分不清梦境。原因就在于梦境里一般都会有现实中认识的人出现，只需要醒来对比两者的行为，立刻就能明白谁真谁假。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如果有一天你梦到高阳变成了一个女人，还吵着要嫁给你，你还会怀疑这个梦是现实吗？那肯定不会，简直是噩梦。可是我从来没梦到过现实中认识的人。不可能吧，林贤，咱俩从穿开裆裤起就一起玩，你总不能一次都没梦见过我吧？你要好好想一想呀，真的一个都没有吗？林贤摇了摇头，因为他的梦境里确实无一例外都是陌生人。一般来说，虽然不会每天都能梦到熟人，但是你20多年的梦境里都没碰到一个认识的人，实在是有些无法相信。没有。按照我之前的治疗经验，要想让患者清晰地区分梦境和现实，是需要一个突破口的，而这个突破口往往是一个记忆深刻、经常出现在梦境里的人。所以林贤呀，你一定要好好想想，认真回忆你的梦境中有没有一个让你感觉到熟悉、似曾相识的人呢？林贤闭目沉思，半晌后脑海里出现了一个身影。我明白了，如果硬要说的话，好像确实有一个人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至少他的声音我应该是听到过的。他决定晚上入梦后就想办法看看 CC 到底是谁。离开诊所后，两人便来到了一家烧烤店。怎么样，林姐，这3000块钱花得很值吧？我就说人家是权威吧，咔咔2下就把你病根给揪出来了。很难评价，我只能说有钱人的钱真好赚。对了，这还有2月就过农历年了，明年就是我们高中毕业5周年，是不是得组织个同学聚会啊？毕竟大家都好多年没见了。你是班长呢，你定呗。之前看小说都说同学聚会就是混得差的不好意思来，混得好的来互相装逼，然后被龙王修罗打脸什么的，最后不欢而散。不过我这一个 4S 店卖车的都敢来组织同学会，应该不会有人不好意思来吧？谁知道呢？你要真想组织就组织吧，我肯定去给你捧场。其实最麻烦的就是怎么通知大家呀？同学们的微信你都有吗？ QQ 群啊，你个土老帽，你这才工作多长时间啊，就把 QQ 扔了？咱们高中可是有班级群的，虽然已经好几年没人说话了。这个我确实很久没登录了。嘿嘿，说起来 QQ， 我又想起你当初装逼的往事了。那是小学的时候吧，那会大家还是9位数的号码，都想着早点挂个太阳出来，可以换自定义头像。结果你不知道从哪搞了一个8位数的 QQ， 还是有太阳的，天天换头像，到处装。提起往事，林贤也忍不住笑了起来。那是我老家堂哥给我的，当时他来我家玩，就把不用的小号给了我一个。他们那代人玩得早，随便申请都是7、8位数的号码，甚至还有6位数的呢。原来如此，一瞬间他想到了梦境保险柜上的8位数密码。警察同志出大事了，我刚买的蓝鹰猫面具被那边那个胖子抢走了。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事，我去帮你要回来。但他腰里有枪。我操！警察直接掏出对讲机摇人，
另外2名同志也连忙走了过来。没多久，大脸猫就被按在了地上。真的有枪，竟然还有 C4 炸弹！快控制住他，我赶紧联络支援。那个，我可以拿回我的面具吗？警察直接扯掉大脸猫的面具，扔给了林贤。关键物品蓝鹰猫面具到手，接下来我就是大脸猫了。很快，林贤便在广场的另一边找到了 CC。嗨，是密码专家吗 ？CC 上下打量着林贤，良久才微微点了点头。你怎么称呼？道上都喊我大脸猫，你叫我脸哥就行。车在那边，跟我来。你叫大脸猫？是的。道上都喊你大脸猫？没错。可你的脸一点也不大，为什么别人会喊你大脸猫呢？叫大脸猫就必须脸大吗？要不然呢？那你叫什么？我叫 CC。如果按照你的逻辑，你应该叫 AA， 而不是 CC。爱来不来，就算没你这密码专家，我 C4 开路也照抢不误。等下。枪给我。给你了，我用什么？你就用你头发里那把。CC 瞪大眼睛看着林贤，最终还是把手枪递了出去。很快，2人就来到了银行门口。此时蒙面小弟看着林贤，满脸的懵逼。你为什么要杀你小弟？因为他手脚不干净，这种人留不的。这个又为什么杀？他勾引大嫂，你说能不能留？CC 顿时有些震惊的看着林贤。他给你戴了绿帽子。这个，我们上面还有一个共同的大哥。我说的是那位大嫂。好枪法，你这枪法怎么练的？无他，为手熟耳。前面就是密码门了，该你出场了，密码专家。没过多久，密码门就被 CC 打开。门开了，你先进吧。还是你先吧。这剧本林贤太熟悉了，他现在是大脸猫，如果先进去，肯定会被直接爆头。还是你先进吧，你的功劳比较大。不，明显你的作用更关键一些，还是你先请吧。你不是需要很多钱吗？你先拿吧。女士优先。里面的金砖我恐怕搬不动。可以先拿点轻的金条。那我应该先去找个麻袋来，这样装的更多一点。你这么一说，我的麻袋好像也忘在车上了。哎呀，真是马虎。你既然急用钱，那就别谦让了。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急。僵持了老半天，谁都不敢第一个进，因为2人都心知肚明，这仓库里1分钱都没有。算了，都别装了，咱们来个坦白局吧。其实我不是大脸猫。哼，这还用得着坦白吗？你该不会觉得你演得很像吧？你1枚手枪，2枚 C4，开车的时候油门一耸一耸的，一看就不是你自己常开的车，好像是个大学生一时兴起来抢银行似的。所以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可以合作的。合作什么？我知道你的目的是要打开这里的一个保险柜，写有林贤名字的保险柜。你知道的还挺多，那你不妨直接告诉我里面有什么，我现在就可以回家了。我不知道保险柜里面有什么，但我知道保险柜的密码。那你的条件是什么？不会白白告诉我密码吧？我的条件只有一个，我们都摘下面具，然后坦诚相见。你是说摘下面具就给我保险柜的密码？没错。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亏本的买卖。我们都摘下面具，我能得到密码，而你又能得到什么呢？我只是要一个相互信任的态度罢了。好，成交。说完 ，CC 就径直往里面走去。竟然是机械锁！你确定你知道这保险柜的密码？看样子这保险柜至少有几百年历史了。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吧。林贤将脸上的面具取下，看着 CC。你觉得我眼熟吗 ？CC 木然的摇了摇头。你这话问的，我应该认识你吗？算了，该你了。CC 左右看了看，便伸手去拿面具。林贤看着取下面具的 CC， 一时间呆住了，因为他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这人是谁呀？喂，愣在那里干嘛？现在该你告诉我保险柜的密码了，你不会是骗我的吧？放心吧，我是一个很守信用的人。说着便走到保险柜前，开始拨动齿轮。其实我之前就该想到的，你说的对，真的不该把思路局限在日期的范围内。8位数的常用数字虽然不多，但并不是没有。你是在和我说话吗？我这辈子除了手机和身份证以外，大概就只能再记住一个长数字了，那就是 QQ 号。你到底在和谁说话 ？CC 左右看了看，感觉眼前的状况有些莫名的恐怖。自从你看我摘掉面具后，就一直神神叨叨的，脑子变得有些不正常了。其实我已经猜到保险柜里是什么了。是什么？应该是一个男孩子青春期的羞耻品。你没病吧？如果是我的长相把你吓傻成这样，那很抱歉，一会儿出去可以帮你打个120。等打开保险柜，你就知道了。说完，林贤直接用力朝锁扣砸去，没开。
你不应该啊！你少演一点戏，能死是吗？你先别吵，这是有些不对劲儿。不对劲的是你才对吧？我真是信了你的邪，滚开！CC 一把推开了林贤，开始拨动密码转轮，而林贤则是靠着保险柜上沉思，因为 QQ 号码已经是他最后的破釜沉舟了。难道这压根就不是我的保险柜？这里也不是我的梦境，那这里是哪呢？炽热的白光再次吞没世界，来到窗边，林贤静静地看着夜空。刘医生说的不对，自己的梦境毫无疑问是真实的未来世界。下次该我主动出击了。他要尝试引发时空蝴蝶效应，再一次改写未来。第二天中午，林贤在公司请完假后，就直接回家睡觉。很久没有白日入梦了，这天气还真热。才1点半，时间还早，先去图书馆看看吧。来到图书馆，林贤打开电脑就开始搜索冬眠仓的相关信息。不出意外的是，时至今日，冬眠仓仍然没有研制成功，而下方一篇不起眼的文章却引起了他的注意。公元2477年，米国科学家麦克逊博士成功研发出了可以长期保持人类身体活性，并且阻碍细胞冰晶形成的高溶氧液体。这种液体在后来被证实可以用作冬眠仓的填充液使用，因此后世学者们将麦克逊博士尊称为冬眠之父。还真有冬眠之父，麦克逊博士，我代表许云教授谢谢你。那么接下来只要找到麦克逊博士的相关论文、学术报告之类的东西就好了。没过多久，林贤就在书架上找到了他的目标：冬眠技术解析与展望，作者比尔·麦克逊。解析，你最好真的写简单一点，至少让我明白重点在哪里。接下来几天，林贤晚上在梦境里背书，白天回到现实默写，成了一名勤劳的搬运工，直到4天后的早上。好了，差不多这些应该可以了。事不宜迟，现在就给许云教授送过去吧。来到东海大学，只见好几辆高档的汽车停在门口，旁边还都站着一个西装墨镜的保镖。这时，一个精神健硕的中年男子从车上下来，林贤立马就认了出来。这不是之前在晚宴上见过东海商会的会长楚山河吗？他来东海大学干什么？难道楚山河也是来找许云的？一旁路过的学生却是习以为常。楚山河又来送女儿上学，真是太宠这位小公主了。话说，他的车为什么不直接开进校园呢？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保安哪敢拦着他？肯定是他女儿强烈反对呗，要不然按楚山河这么宠女儿，他不得直接送到宿舍门口？只能说一物降一物吧，整个东海能镇住这位大佬的，也就只有这位小公主了。旁边的林贤竖起耳朵吃着瓜，看来自己是误会楚山河了。说话的功夫，就见远处的小公主已经往学校走去。这背影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算了，吃瓜结束，该干正事了。小伙子，我想我那天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那个失败品我是不会卖的。徐老师您误会了，我这次来不是为了那个化学物质，也不是代表 MX 公司。徐老师，这是有关冬眠仓填充液的资料，您不妨看一下，或许给您的研究能带来一些灵感和帮助。许云一愣，看了看桌上的稿纸，又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林贤。我记得你是设计学院毕业的。是的。你懂冬眠领域的知识吗？只懂一点点皮毛。那这些资料哪来的？这个具体的就不方便说了。许云叹了口气，这才缓缓开口。小伙子，你的心意我领了，但隔行如隔山，尤其是科学研究这种事情，不是简单1、2句话就能有突破的。我想这些资料你也是从网上抄来的吧？不可信的呀，孩子，你拿走吧。我的女儿我会自己救的。可是徐老师，这份手稿上有解决冰晶难题的方法，你一定也很难攻克这个难题吧？你还知道冰晶？看来你确实查了些资料，但这个在网络上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见他还是不相信，林贤只能无奈的把辛苦默写的手稿往里面推了推。徐老师，等您有时间了，还是多少看一看吧，浪费不了您太多时间的。哎，尊重他人命运吧。晚上，许教授激动地盯着显微镜，旁边的屏幕上显示着温度数值不断降低。别结冰，千万别结冰啊！然而在细胞的内部，忽然出现了数个极其细小的冰晶。哎，又失败了。这时，桌面稿纸上的冰晶2个字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还真是狗急跳墙了呀！很快，他就被稿纸上的内容所吸引。不过总感觉少了点什么，过程有点跳跃，但大体衔接得上。这份手稿还真的有东西。没过多久，许教授按照手稿的记录重新开始操作。随着温度的不断降低，显微镜下的细胞缓缓停止了蠕动，但没有任何结冰的迹象。没有冰晶，没有冰晶，细胞竟然在零下200度还能保持绝对的活性。爸爸终于成功了。不过这个化学反应式好像不对，但又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链式反应，只能求救于林贤了。第二天，许云就早早的来到了 MX 公司。你好，我找林贤。
先生，请问你有预约吗？啊，没有，你就转告林贤，说是许云教授，您怎么来了？您也不提前说一声，我们好去接您呀。我不是来找你们的。我懂，您是来找我们赵总的吧？我这就喊我们赵总下来。很快，赵英俊也走了下来。许云教授，接待不周，还请您谅解。赵小姐，很抱歉突然造访，但是我今天真不是来找你的，我有很急的事情找林贤，能不能带我去见他？林贤，这好说，您先去贵宾室喝杯茶，我这就打电话让林贤下来。不用，还是带我去办公室找他吧，我想单独和他聊聊。没多久，许云便来到了林贤的办公室。许老师，您的研究还顺利吗？顺利，很顺利啊，林贤。承蒙你喊我一声老师，希望我之前的态度你不要放在心上。您既然今天来这里找我，肯定已经看过我给您的手稿了吧？上面记录的东西有帮到你吗？许云点了点头，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你那份手稿是完全正确的，托你得福，我已经彻底解决了冰晶难题。现在距离完成可以实际使用的冬眠仓填充液，已经仅剩一步之遥了。只是，怎么了，许老师？这里也没有外人，有什么话你但说无妨。林贤，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份手稿是哪里来的吗？许老师，如果您还想获得更多的资料，最好还是不要多问了。此时许云的脑子里瞬间闪过无数个危险的设想，最终还是放下了这份好奇心。我明白了，林贤，你放心，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对不会把你供出去的。见省去了解释的麻烦，林贤就笑着点了点头。许老师，你刚才说距离完成最后的冬眠仓填充液仅剩一步之遥，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是的，我在攻克冬眠仓填充液的最后阶段遇到了一些困难，我怀疑是手稿上的化学反应式有些错误。哦，那很有可能，要不你把哪里错了标注一下，回头我找机会帮你确认下。林贤，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你是我和我女儿的恩人，我一定会想办法报答你的。许老师，你言重了，举手之劳罢了。对了，你们公司不也想要那个有保湿特性的化学物质的授权吗？我可以给你保证，一旦填充液研发成功，我大可以把那个失败品送给你。送走许云后，赵英俊便向林贤问道：“你是怎么说服他的？”也没说什么，就是劝了他几句。劝了几句？许云教授看起来是那么听劝的人吗？人都是会变的吧？这世上什么不会变？人心、社会、历史、未来，任何东西都会变，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你说的有道理，但有一点说错了。成王败寇已成定局，历史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看着默默离开的赵英俊，林贤缓缓地说道：“历史也会变的，而我就是历史。”晚上，林贤再入梦境，来到图书馆后，却没再找到麦克逊博士的书。现在可以证明，我在现实中的所作所为，确实可以改变未来。来到一楼，林贤开始搜索冬眠仓的相关信息。不出意外的是，冬眠仓依旧没有研制成功，只是填充液的发明由2477年的麦克逊博士变成了2200年的高文院士。果然，冬眠仓还是没有研发成功。高文院士还真是风水轮流转。等我这次把论文抄回去，可能下次的冬眠之父就该是许云了。想到这，林贤不禁又开始畅想起来。如果许云在2022年就将冬眠仓填充液研制出来，那600年后的未来将会变成何等科幻的模样呢？到那时，我的梦境世界也会变得更有趣吧。几天后，林贤又拿着新的稿纸来到东海大学。不会错的，这次绝对不会错了。刚才我看了下你拿过来的手稿，上边的化学反应式应该也是绝对正确的。我相信很快就可以把冬眠仓填充液搞定的。那真是恭喜您了，许老师。冬眠仓填充液的问世一定会点燃全世界研究冬眠科技的火种，想必用不了多久，冬眠仓就可以研发成功。等到那时，徐一就可以乘坐冬眠仓前往未来治病了。说到女儿，许云的眼神里也燃起了希望。许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先回公司。手稿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您再联系我就是。林贤，你等一下。说着，便掏出一个文件袋，递给了林贤。这个送给你，就当是微薄的谢礼吧。这是什么？打开看看吧，我想你应该用得上。林贤好奇地拿出资料，里面赫然是一份给他个人的独家授权书。许老师，您这是？您不是说要等冬眠仓填充液彻底完成后，再考虑这个化学物质的出售问题吗？这方面我研究很久了，之前看了你那份手稿，我就确定它的真实性，所以将填充液制造出来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现在把这个失败品卖出去，和几天后再卖又有什么区别呢？可是许老师，您这授权书上也没说价格和分成的事情呀，而且授权人还写的是我个人。我既然已经独家授权给你了，那它现在就完全属于你，收益权自然也在你身上。你想卖多少钱，你可以自己决定。至于价钱嘛，你不是早就付过款了吗？林贤看着手里的文件袋，惊喜来得太突然。回到公司，
赵英俊看着手里的文件，也很是兴奋。谢谢你林贤，你真是帮公司解决了一个大难题。那个，只能说许云教授比较看重师生情谊吧，比较信任我。我刚刚也和许云教授确认过了，喊你过来也是按照他的意思，和你签订一份正式的商业授权合同。当然，要不要授权给我们，甚至要不要再授权给其他公司，都是你说了算。但相对的 ，MX 公司也会一次性付清授权使用费，并且按月度支付你后续的销售分成。如果你确定没问题，就在这里签个字吧。林贤接过合同看了看，直接就签上了名字。今后有什么打算？要成立专门的授权公司吗？还是说就此退休，享受生活？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现在这份工作的。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还想跟着你继续干。那自然没问题。你办公室里有保险箱吗？没有。我让后勤部给你配一个，这些合同、授权书可要在保险箱里锁好了，丢了可是很麻烦的。第二天，保险柜就搬进了林贤的办公室，工作人员递过来一串钥匙。林先生，这个保险箱是钥匙和密码的双保险结构，使用时必须先扭动机械转盘输入密码，然后插入钥匙才能打开，保密系数很高。林贤好奇地走过去看了看。如果我要是丢了，或者密码忘了怎么办？钥匙丢了，或许还可以请专业的师傅来开锁，但密码忘了，那估计这保险箱就真打不开了。这款保险箱里面的设计极其精密，基本不存在破解密码的可能。那万一呢？如果我真的不小心把密码忘记了，但是保险箱里的东西又非常重要，我该如何取出来？硬要说的话，确实还有一种办法。什么办法？暴力破坏。我们之前一个客户就是这样的情况，财务主管出车祸了，公司又急着用保险箱里的公章，所以就把保险柜整个拉到废品处理厂，用羊乙炔7个枪切开。不过这也是最后的无奈之举了。你刚说的是什么枪？羊乙炔7个枪是一种燃烧高压乙炔的喷枪，它可以形成3000度超高温的喷射火焰，然后用将钢铁融化的方式进行切割，在工业领域很常用。羊乙炔7个枪，林贤心里默默地记下了这个名字。几天后，林贤又应邀来到了东海大学。林贤，你快看，里面这个小白鼠已经稳定在-60度的低温40个小时了，无论是心跳还是呼吸，都足足放慢了20-30倍，而且生命状态平稳，足以证明我们的填充液是绝对正确的。林贤看着里面的小白鼠，忍不住好奇地问道：徐老师，您预计等真正意义上的冬眠舱研究成功，大概需要多少年呢？那估计还要很久，或许人类永远也搞不出科幻电影里的那种能冬眠几百上千年的冬眠舱，但这无伤大雅。对于我们正常人而言，睡那么久干嘛？就好比依依这样的植物人，只需要能让他们多撑10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等待医学进步就可以了。按照我的估计，可能2-3年之内就可以研制出让人体生命活动降低10倍的冬眠舱雏形。那许云老师，你打算什么时候公布你的研究成果呢？正式公布最少也要1周吧，但是消息和新闻的话，估计这几天就会放出去了。说着，他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从旁边拿来一份材料递给了林贤。我在研究的过程中意外得到了一个副产品，我已经发给龙国航天研究所的朋友看了，也验证到了同样的结果。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哈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可以制造出来一种哈合金，硬度高、耐腐蚀、耐高温，或许在航天领域会有些用处。林贤，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把这种哈合金的实验资料也公开发表了，总归是可以促进某些科技发展的。虽然林贤认为最好的方式是让龙国航天独享技术，不过最终还是笑着点了点头。那我就先走了，徐老师，不打扰你研究了，期待你论文发布的那一天。几天后，东海大学许云教授攻克关键性冬眠难题的报道冲上热搜，目之所及的各种头条全是有关许云的新闻。冬眠舱填充液的发明震惊了全世界，而林贤也因为莱茵猫的热卖，成功升到了公司副总。哎呀，再也不用加班熬夜了，今天晚上终于能去梦境里切开那个保险柜了。不过在梦里找到7个枪的设备倒是问题不大，关键是如何把这么沉重的东西运送到银行仓库里呢？至少需要5-6个人吧。这时林贤想到了手脚不干净的老一，勾引大嫂的老二，以及想黑吃黑背叛组织的老三。靠谱吗？这些卧龙凤雏？算了，为了完成计划，我必须把这群各怀鬼胎的家伙团结在一起。晚上入梦，林贤熟练地戴上面具，找到了巷子里的大脸猫。大脸猫啊！你耐心听我讲，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特么的，那个娘们儿竟然敢骗我！兄弟，你知道我父亲和女儿的事，还有那3个小弟的事，我就知道你绝非凡人。不过，你说你带我去找成吨的金条，到底是不是真的？我既然都告诉你这么多秘密了，又何必在这件事上骗你呢？你要知道，这世界上有种人的钱财是不敢存在银行的，并且你就算当着他面偷走，
他连报警电话都不敢打，抢这种钱才是最安全的。只是今天这个时间点肯定是来不及了，我只能明天再带你去抢。嗨，哪差这一天啊？明天就明天，那我们今天干点什么？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把那个密码专家喊过来。记得我们的约定，我明天带你去搞钱，你和他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今天你们俩都听我指挥。很快，林贤就在广场的另一边找到了 CC。CC， 长话短说，我和你的目的都是为了打开银行仓库里那个写有林贤名字的保险柜，但保险柜用的是老式机械锁，你擅长的电子破译技术毫无用处。我知道如何打开那个保险柜，也已经帮你搞定了大脸猫。如果你想打开那个保险柜的话，就一起合作吧。CC 满脸的疑惑，上下打量着林贤。你知道保险柜的密码？我不知道，但是打开保险柜并不是非要密码才行。我打算去建材市场先偷一套杨以缺七哥枪的设备出来，直接切割保险柜，比破解密码靠谱多了。所以你到底要不要加入我们？见 CC 还在犹豫，林贤直接抬起手腕，露出了手表。如果没有你，我们或许会在仓库的电子密码门前耽误一点时间，但并非不能用 C4 炸弹开路。时间很紧，给你30秒时间考虑。我只有一个问题。说。你看起来知道很多情报的样子，既然你的目标也是林贤的保险柜，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对林贤这个人了解多少？全天下叫林贤的人多了去了，我并不确定保险柜上写的那个林贤到底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那你认识的那个林贤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也想要打开这个保险柜？你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没什么目的，我也只是好奇。反倒是你一直在藏着掖着吧？你愿意交换情报吗？我告诉你，我认识的林贤是什么样的人。你说说，你想要打开保险柜的理由如何？还有5秒。我加入，但前提是你真的搞定了大脸猫，他可不是一个善茬。合作愉快，走，带你去见见我们的队友。车上气氛有些诡异的尴尬。那个，你们2个谁抓紧来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女奥特曼，你不用这么警惕，咱俩的事就这么过去了。钱的事，男奥特曼说帮我解决。男奥特曼，你不是说要指挥今晚的活动吗？你倒是说一下计划。闲话少说，开始干活吧。先去东边的建材市场一趟，找找看有没有杨以缺七哥机。好嘞。最终，几人在一处工地上找到了杨以缺七哥机的设备。脸哥，反正银行仓库里也没钱，你就别急着肃清家门了。后面这2个大钢瓶还得靠你的小弟们帮忙运输一下。这个我早就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还有，仓库里没有钱的事，先不要给他们说，不然肯定不跟着我们去冒险了。你只管安排你的计划就好，他们3个我自有解决办法。很快，汽车就开到了银行门口，临时组成的乌合之众浩浩荡荡地往银行里走去。来到仓库门口，3个小弟兴奋地说着：“干完这一票，我就能回老家结婚了。”脸哥，大嫂那边你安排好退路了没有？要不要我带大嫂去国外躲躲风头？你俩是不是傻？无论是金条还是现金，都得想办法洗白才行啊。不过我已经找好了路子，到时候我帮你们转移财产就行。还惦记着大嫂呢，一个个的心怀鬼胎，这队伍也太难带了。而大脸猫却是笑着看向几人：“你们3个这辈子跟着我受苦了，如果有下辈子，咱们就不做这种玩命的勾当了。到时候咱们就像年轻时一样，无忧无虑的在街头上晃荡，收保护费，当个街溜子也挺好的。”3位小弟听着，顿时有些热泪盈眶。行了，你们把这2个器官搬到墙边吧，干完这一票，咱们好好庆祝庆祝。就在3位小弟转身的一刹那，大脸猫瞬间拔枪，对着3人连开3枪。一旁的 CC 也警惕地掏出手枪，对准了大脸猫。Easy， 放轻松一点，家有家规，我只是教训一下我的小弟罢了，不影响我们的计划。没事 ，CC， 你去破解密码门吧，他肃清家门和我们无关。你是从小就一直这么心狠手辣吗？还是说从你女儿出事开始的？记不得了，以前我们在一个村子里，他们3个跟着我混，虽然也不见得做了多少好事，但至少心肠不坏。可是出来闯荡后，人心都变了，没钱的时候都是好兄弟，有钱的时候却都打着自己的算盘。或许你说的有道理，如果我女儿没死的话，我可能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好了，可以了。电子门应声而开。当看到荧光锃亮的保险柜时，林贤直接愣在了原地。这怎么回事？这时脑海里猛然回想起许云说的话：“我在研究的过程中，意外得到了一个副产品，这种化合物可以制造出来一种哈合金，硬度高、耐腐蚀、耐高温，或许在航天领域会有些用处。”我们被耍了。什么被耍了？被谁耍了？林贤，我们被林贤给耍了。大脸猫和 CC 相视一眼，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而此时的林贤已经明白了这次时空蝴蝶效应的缘由。别愣着了，开始干活吧。你的话是什么意思？刚才不是信誓旦旦地说这个切割枪能产生3000度的高温，足以融化一切金属吗？如果是融化钢铁的话，肯定是可以的。钢铁的熔点只有1500度。
但我不确定这种材料的熔点是多少，如果大于3000度的话。此时的大脸猫已经拿起了喷枪开始切割。不出意外的是，保险柜没有半点损坏的迹象。这是什么材料？宇宙飞船的外壳吗？这可能是你为数不多猜对的东西。你们外边平时接触到的保险箱也是这么耐烧吗？那肯定不是啊，保险箱之类的我见多了，从没见过这么耐烧的，真特么邪门了。不好意思，我向2位道歉，是我的错。这不怪你，我看得出来你也很想打开这个保险柜，只是没有成功罢了。听 CC 这样说，林贤颇感意外。目前来看，没有任何暴力破坏保险柜的可能，只有猜对密码这一种办法。所以 CC， 我们能不能共享一下情报？或许我可以把密码猜出来。CC 盯着林贤，半晌后才点了下头。可以。那好，我先说。接着林贤就开始自我介绍，从小学到大学，再到工作。刚讲一半，CC 就直接打断了他。好了，你不用讲了，你认识的这个林贤，应该和这个保险柜的主人不是一个人。为什么？因为太普通了呀。其实我也不知道真正的林贤该是什么样，但我感觉肯定不是你说的这个。好吧，那既然你不想听，我也就不讲了。现在该你来回答我的问题了吧？我也不知道该从何讲起，只是从小开始，我的脑子里好像存在很多不属于我的记忆，但却也是我经历的人生，就好像是另一个世界里的我。是梦吗？不是梦，尽管这些记忆也很破碎和模糊，都是些不连续的琐碎片段，但我肯定它不是梦。是平行时空那种感觉？我也不确定，所以我想来证明一下。在支离破碎的记忆片段里，有一个我从未见过也绝对不认识的中年人，留着很长的杂乱头发和夸张的大胡子。那个人告诉我，他在这个保险柜里给我留了一样东西。他说。这时四周响起刺耳的警报声。擦，主电路恢复了，我们得抓紧跑。 CC 直接站起身，也准备离开。别，说完再跑，不差这一句。那个人说，如果你想知道一切的过往与真相，就去打开那个保险柜吧。还有一件事，那个男人的声音和你挺像的，所以我今天才会跟你来。0点42分的白光准时而至。难道那个保险柜真的不是我的？算了，先睡觉，明天上班摸鱼的时候再思考吧。画的真不错，谢谢。和他本人几乎一模一样。你知道我画的是谁？你在开玩笑吗？林贤，全东海商业圈里谁不知道他是谁呀？你画的不就是楚山河的女儿楚安晴吗？这是楚山河的女儿。你在惊讶什么？这不是你自己画的吗？不，我画的不是她呀，我都不认识楚山河的女儿，画她干什么？你看我画的这个左眼角有个泪痣。赵英俊看着画像，点了点头。楚安晴的眼角确实有颗小泪痣，你想表达什么？赵总，我真不认识楚山河的女儿，今天还是从你嘴里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根本不知道她长什么样。行吧，算我误会了。周六晚上我们在维多利亚会馆举办的庆功宴，为了庆祝莱茵发布会的开门红，这是邀请函，你一会儿给许云教授送去吧。好的，我等会儿就给他送过去。赵英俊转身离开，却又回头说了一句：另外，虽然我并不提倡办公室恋情，但是咱们公司确实有不少姑娘挺不错的，你可以考虑现实一点的。我真没那意思，赵总，我这就是随便画个画，练手。如果你觉得他们俩长得像，那单纯就是巧合。行吧，好好工作吧，林贤。真的有那么像吗？又不是双胞胎，怎么可能会长得一模一样 ？CC 和那个什么楚安晴相差了600年呢。下午，林贤来到了许云女儿所在的医院。林贤，来坐。咦，这是我们俩最该感谢的恩人。等你苏醒后，可能爸爸已经不在了，但你要记得勤去拜访一下林贤哥哥。或许等你冬眠醒来，说不定要喊林贤叔叔了。徐老师，其实到时候你可以和依依一起冬眠啊，这样你们到未来还是可以一起幸福生活的。然而许云却是辞笑着摇了摇头。其实有件事，我至今没有向全世界公布。你知道冬眠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吗？这个还真不知道。冬眠还有什么副作用？是身体机能方面的吗？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因为大脑信号长期不活跃，会导致不同程度的失忆。太复杂的我也不和你说太多了，林贤。总之就是冬眠的时间越长，丧失的记忆就会越多。如果冬眠的时间超过20年，那很大的概率会失去所有记忆。林贤这才恍然，因为他是学艺术的文科生，完全不懂这些。而许云则是握着女儿的手，淡然地说着：其实依依忘了我也没什么，但我不想忘记她呀。如果醒来之后我们变成了陌生人，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所以林贤，要是依依未来苏醒的时候你还在，麻烦你帮我多关照一下这孩子。徐老师，我觉得您不用考虑的这么悲观，科学技术的发展谁都预料不到，保不准哪天就把这个副作用给解决了呢。这个谁又能说得准呢？你今天特意来这里是有什么事吗？林贤点点头，掏出邀请函后，
并说明了自己的来意。没问题，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怎么也得去给你捧捧场才是。事情意外的顺利，第二天，林贤便向赵英俊汇报了许云要来参加的事。果然让你去送邀请函是正确的，真要我们去，许云教授未必会给我们这个面子。我也没什么面子，可能是许教授这段时间心情好吧。这时，赵英俊递了过来几张邀请函。庆功宴有些人来不了，这些多的邀请函你拿去吧，可以邀请亲戚朋友之类的来玩。要一张就够了，我在东海只有一个朋友。庆功宴只有我们公司的人吗？除了许云教授？这本身就是我们公司的内部活动，我也没邀请其他人。不过今天早上倒是有一位大人物主动要求参加。谁啊？你认识的，楚山河。楚山河要来，没想到他竟会主动来给我们祝贺。想什么呢，林贤？楚山河可看不上我们这点小成就，他来的目的主要还是给许云教授祝贺，最多就是打个招呼，见一下许教授就离开了。原来如此，那我们这场庆功宴的含金量也挺高了。东海市地位最高的2个人要来。而赵英俊突然不说话，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盯着林贤。怎么了，赵总？还记得上次参加科学募捐晚宴时我给你说的话吧？楚山河之前每次出席重要宴会都会带上自己那宝贝女儿，所以这次会带着他女儿一起。楚安晴。很快时间就到了周六的晚上，林贤几人接到许云后，宴会便开始了。随着赵英俊的致辞结束，现场的气氛也更加热烈，而林贤则是陪着许云以及混吃混喝的高阳。红酒我可以偷偷装走2瓶吗？你假装不认识我的话可以，真被抓住了也请不要把我供出来。可我刚才已经给你们公司前台小姐姐说，咱俩是好哥们了，我们还加了微信，但她明显对你的意思更大一点。那你就手脚干净一点，别丢我的人。就在这时，会场的大门被侍者推开，来人正是楚山河以及他的女儿楚安晴。一瞬间，林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那分明就是 CC， 各种混杂的声音在林贤脑内错乱交织。林先生，你是否确定自己分得清楚现实和梦境 ？CC， 叫我 CC 就好。你画的不就是楚山河的女儿楚安晴吗？骗子！你知道冬眠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吗？到那时，你会彻底分不清楚现实和梦境。林贤的视线有些恍惚，而楚安晴正缓缓走来，并对他挥了挥手。楚先生，真是感谢您百忙之中大驾光临。哪有，倒是来晚了，实在不好意思。安晴，好久不见，大学生活还适应吗？谢谢姐姐关心，一切都很好。这位小伙子一表人才，想必也是贵公司的得力干将吧？楚先生过奖了，这位就是莱茵猫的创作者林贤。说来巧了，林贤也是今年刚从东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和许教授、安晴都是校友，今天能聚在一起，真是缘分。今年刚毕业啊，小伙子是哪个学院的？艺术与设计学院。那果然是有缘分。安晴也是艺术学院舞蹈专业的，还在迎新晚会上表演节目，代表新生讲话呢。爸，这种小事就不要提了呀。林贤学长你好，我是今年的大一新生，我叫楚安晴。你好，你好。没聊几句，楚山河便直奔许云而去。而林贤也终于想起 CC 那熟悉的声音是在哪里听到的，因为迎新晚会那天，他也去了东海大学。安晴，要不咱们去那边逛逛，吃点点心？好呀。你也过来吧，林贤，让楚先生和许教授好好聊聊。你和安晴既然是一个学校一个学院毕业的，作为学长，有什么经验多给学妹传授一下。林贤点了点头，便跟在了2人身后。林贤学长。怎么了，楚小姐？你叫我安晴就好了，我刚刚才想起来，我见过你。我们见过吗？是在什么地方？倒不是在现实里，我们上舞台课时，老师经常给我们放之前学姐们表演的录像，每个节目开始前都有一个男主持人报幕。林贤学长，你当年在学校时是不是经常担任各种活动的主持人呀？我记忆力很好的，一般不会记错。原来是这种见过呀，那应该是承蒙当时的老师有意培养我，才给我这么多次锻炼的机会。学长你太谦虚了。打开话题后，2人聊得越发开心了起来。当林贤看到赵英俊姨妈般的微笑时，连忙压住了嘴角，朝左右看了看。那边有很多莱茵猫玩偶，安晴，你要不要挑一些带回去？好呀，可以吗？我看有好多款式都是没上市的。当然可以，安晴你看看喜欢哪些，我让人给你送到车上。嘿嘿，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看着2人走远，林贤这才松了口气。晚宴结束后，林贤将许云送到了门口。许老师，还是我们安排人送您吧，你先别急着走。你看，这不正好有一个出租车，我直接打车走就行了，送来送去够麻烦你们的。回去吧，林贤，不用担心我，今天晚上我很开心。那许老师，您路上可千万慢一点，注意安全。许云摆了摆手，就直接走到车旁。出租车师傅却摇下车窗喊道：“右边的车门坏了，您从左边上车吧。”许云也没在意，
绕过出租车就往马路上走去。后面的赵英俊提着礼品走了过来。许云教授还是坚持要打车走吗？是啊，都这个点了。林贤不自觉地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时间，0点42分。就在这时，剧烈的轰鸣声从前方传来，只见疯狂的车速将许云高高撞起，飞出了10几米远。许老师，许云教授，许老师。而此时的许云瞳孔弥散，早已没有了一丝呼吸。医院里，等医生和警察都离开后，赵英俊便安慰道：“林贤别太自责了，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我之前说许教授是看你的面子来，也是有开玩笑的成分。即便没有让你去，我也会亲自去送的。走吧，我让司机先送你回家。你先走吧，赵总，我想在这里再待一会儿。这几天就别上班了，在家好好休息吧。白天我会去医院一趟，把许依依的事情安排好。”林贤，你别这么伤心了，搞得我也跟着你难受起来了。车祸这种意外，谁都没办法。不，这不是意外，这是一场谋杀，一场精心设计的谋杀。因为他想到了梦境里大脸猫的数学家父亲，也是同样的死法。恨不得那个女人竟然敢骗我！兄弟，你告诉我这些，又知道我那3个小弟的事，我就知道你绝非凡人。不过你说带我去找成吨的金条，到底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我不会骗你的，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目的。你是说钱吗？不，搞到钱只是第一步，我搞到钱之后的最终目的和你一样，都是想要得到一张。莫非你也想搞一张？没错，我也很需要一张天骄俱乐部的邀请函。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老子要的是天才俱乐部的邀请函。天才，你那天骄俱乐部是什么鬼东西？哎呀，我就是一时嘴瓢了，你激动什么？我连你父亲死的事都知道，还能不知道这个俱乐部的名字？你还知道我父亲的事？我当然知道。林贤紧盯着大脸猫的双眸，尝试着捕捉任何一丝细微的变化。你父亲是个物理学家，但是被天才俱乐部开轿车撞死了。屁！我父亲是数学家，菲尔兹奖的数学家，而且他是被卡车撞的，不是轿车。不是啊，兄弟，你丫到底靠谱不靠谱啊？你这情报全都是错的呀！你女儿也死了。听到女儿，大脸猫的脸色也瞬间凝重了起来，将信将疑地看着林贤。我女儿的事你也知道？你父亲早上领着你女儿去上学，然后路上被卡车撞了。上个屁学，他俩是半夜被撞的，我算是看出来了，你特么就是个骗子，我真是信了你的邪。你特么把我骗过来，到底有什么目的？老子一枪，老子枪呢？这呢？抱歉，脸哥，看来是我冤枉你了，你比我想的要实诚的多。你之前说的话，竟然一丁点都没骗我，是我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老子之前压根不认识你，但老子为人坦荡，从不骗人，只有别人骗老子的份。既然大脸猫没有骗自己，之前说的关于天才俱乐部父亲被杀的事都是实话，那杀死许云教授的幕后凶手也就不言而喻了。说话啊，老子问你话呢。把车停到路边，我们走过去。干嘛？带你抢钱。脸哥，银行仓库里才有几个钱，真正的有钱人都是不敢存银行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富可敌国。看到那栋别墅了吗？看到了。知道这个城市里谁最有钱吗？那肯定是黎城啊，别说这个城市他最有钱，你就算放到全国，他都排得上号。不，你错了，如果算上他暗地里的财富，恐怕全世界他都排得上号。黎城并没有明面上那么光鲜，他背地里干着这种不是人的勾当，罪大恶极，死都便宜他了。我操，这个畜生，这种事他都敢干，太不是人了，人渣，难怪他这么有钱，发家这么快，干的都是杀头的买卖啊。所以这栋别墅里藏的金条金砖足够装满你的车，而且这种钱你抢完之后不用有任何顾虑，他不仅不敢报警，甚至吭都不敢吭。平时黎城身边有大量保镖，但唯独他幽会这位情妇时，只会带着最信任的司机来，因此我们只需要解决掉那位司机就行。懂了，靠谱，老弟你很娴熟啊。对啊，以前经常来，把这当提款机 ATM。所以今天我们这是劫富济贫，为民除恶，这感觉真特么爽。我有时候做梦会梦见自己成了江湖大侠，行侠仗义，贼特么刺激。跟我来，今晚你就不用在梦里找刺激了，咱们玩点真实的。卧槽，这什么枪法？走，上2楼。别动。两人很快就被五花大绑了起来，而墙上的一幅照片引起了林贤的注意，因为赵英俊那张天才俱乐部的邀请函上也有同样的一个手势。别杀我，让我干什么都行，求求你，我什么都答应你，别杀我。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我说，我什么都说。告诉我，到底什么是天才俱乐部？什么俱乐部？天才俱乐部。天才什么部？然而黎城发现自己并没有中枪，却被吓得一动都不敢动。我真不是耍你的，你说的这个什么俱乐部，真的没听过。天才俱乐部是吧？
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天才俱乐部，我真的想不到啊，我真的从来没听过这个俱乐部的名字。还装活腻了是吧？这张照片就是天才俱乐部的铁证。这我真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呀。黎城，我再给你说最后一句话解释的机会。这个手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拍照姿势啊，我真是冤枉啊，大哥。这时，大脸猫从外面走了进来。你这样问能问出什么？让我来。说不说？我真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什么天才俱乐部，从来没听说过呀。老弟，他真不知道。林贤点了点头，看向大脸猫。你很确定是天才俱乐部的人杀了你父亲吗？你都查到了什么？我只查到了这个名字，如果不是他们杀的，为什么会查到他们的名字呢？走吧，老弟，我已经把车里都塞满了。你这个人还挺有趣的，有时候傻傻的，有时候挺义气，有时候又确实挺歹毒凶狠。嘿，是黎城这种人死有余辜，等你以后要是有女儿了，你也会跟我一样感同身受的。他这种畜生，巴不得能多杀他几遍。早知道该给车打打气再来的，你看车胎都压扁了。你确定不上车吗，老弟？这次真是谢谢你啊，兄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真要有的话，我得请你回家吃顿饭，尝尝你嫂子的手艺。嫂子的拿手菜是什么呢？饺子，好吃的很。走了，老弟。等等，咋了，老弟？我还想问你最后一件事，希望你不要介意。嗨，咱俩见外啥？只管问。你还记得你父亲、你女儿具体是什么时间点被撞的吗？大脸猫的笑容凝固在了脸上，良久才缓缓说道：“我看过路口的监控录像，看了很多遍，所以事故发生的时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就差不多是现在这个点，0点42分。”轰然而至的白光准时而至。没想到，竟然真的是0点42分。那许教授的死和天才俱乐部有关无疑。这个组织600年来能一直隐藏在黑暗之中，那成员一定很少。只是赵英俊又是何德何能，为什么会收到邀请函呢？第二天上班，林贤被喊到了赵英俊的办公室，一旁还站着财务组组长。林贤，这是你的授权费用以及第一批产品销售分成的账单，你确认一下。林贤接过账单看了看，上面写着一次性付清的2600万授权费用以及1500万的销售分成。其实到你手里不会有这么多，这些收入都是要扣税的。不过销售分成确实很多，要是等莱茵猫的各种周边玩具和授权商品上市后，你的收入更是不可估量，可以直接退休了。退休还早，我还想跟着赵总进步呢。林贤进步是假，想看到那张邀请函才是真的，因为他还没搞到赵英俊的办公室密码。林贤，回去收拾一下吧。今天下午许云教授的追悼会，我们公司的高管都一起去一趟。下午，林贤一行人往东海殡仪馆开去。刚进来，就见一群人围聚在门口，手上都还拿着一本书。这应该是纪灵的书迷们吧？他们在这估计是等纪灵的。你也看过他写的书？书倒没看过，但是这位纪灵可不仅仅是一位畅销书作家，他这本小说《断桥》改编的电影获得了多项奥斯卡提名，而他本人平时都很低调的。真不知道这次为什么千里迢迢赶来参加许云的追悼会。按理说他们完全是2个圈子里的人呀。走吧，林贤，到我们了。看着许云的照片，林贤久久无言，因为许云的死和他是脱不开关系的。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好帅呀，比照片好看多了。纪灵老师，可以给我们签个名吗？安静一点，请尊重逝者，不要在这里喧哗。林贤，别发呆了，我们该走了。林贤看了一眼进来的青年人，便也跟着离开了。晚上再次入梦，入眼的却不再是熟悉的广场，而是错乱交杂的自建小楼。这怎么回事？我这是梦到哪去了？难道我穿越到了其他时间线？林贤快步向旁边的小卖部跑去，只见老旧的电视里正播报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间新闻为您报时，现在是2624年8月28日22点整。时间没变，怎么未来世界的科技水平反而倒退了？这600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了，小伙子？要买什么东西吗？不，大爷，我想问下。这时，一个蒙面男子从店铺里跑了出来，手里还拿着一个钱盒。给我放下，放下你！哎呦，小伙子，帮我抓住啊！行。很快，林贤就追了上去。最终在一个巷子里，将小偷死死地按在了地上。特么的，叫你多管闲事！特么的，竟然还藏着刀！林贤看了一眼旁边的时钟，才6点多，这次梦境还没到时间，死亡后直接就醒了。明明冬眠科技已经提前数百年启动，可为什么未来世界的科技水平反而会倒退？繁华的东海市会变成落后的小乡村呢？来到书房，林贤将自己归纳的梦境规则写到了纸上：时空蝴蝶效应、时空变动、变动锚点以及时空弹性。
应该就这些了吧？或许这些法则在时空的尺度上而言是不亚于飞机、坦克、大炮的武器吧。而这些时空武器只有我才拥有。这时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是大学时期辅导员的电话。莱茵猫现在很火呀，林贤，尤其是女大学生的群体里。话说这几天有没有时间呀？我这届带的咱们学院的大一新生，他们知道莱茵猫是学长设计的之后都很激动。我这一时骄傲，直接把牛给吹出去了，说邀请你来咱们学院开个小讲座，你看能不能过来给学弟学妹们分享点经验？林贤听罢无奈的笑了笑，莱茵猫是很火不假，但那也不是自己设计出来的，他最多只能分享一下做梦的姿势。不过最终还是应了下来。那就明天下午。行，那就明天下午吧。挂完电话，林贤看了一眼时间，现在再入梦的话，足足有6、7个小时的探索时间，还是很充裕的。而此时，东海城郊的一栋别墅内，既然人在家，那就把灯打开。跟你说了多少遍，这样对眼睛不好？还是说你觉得在月光下读书很酷呢？纪灵。纪灵专心致志地看书，并没有说话。其实，就算你这次不来许云的追悼会，我也打算把你喊来东海。许云，他不该死的。不该死，又怎么死了呢？因为有人害了他。我太了解许云了，别说是一个许云，就算1万个许云，这辈子也绝对不可能把冬眠仓填充液给研究出来。所以呢？所以有人暗中捣鬼，改变了这一切。我怀疑有人正在扰乱历史。说着，老人掏出一张名单放到了桌上，而纪灵并没有理会，继续看着书。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你说话很奇怪，明明各种事影响的都是未来，为什么你张口闭口总是说历史？这并不重要，这只是个说法。许云是我这辈子最宠爱的学生。看出来了，你把自己的女儿都嫁给了他，他不答应，还谎称是自己的小侄女。不过倒也算不上骗，因为姐姐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你年轻时一时风流的产物。你怎么知道的？这是我谁都没。很难看出来吗？我从被你收养开始，就是姐姐一手把我带大的。虽然我喊她姐姐，但其实她对我而言更像是母亲一样的角色。不得不说，你隐藏得很好，她到最后都没有发现。老人沉默许久，最终还是叹了口气。你姐姐生许一难产去世以后，许云就像着了魔一样，想要研究冬眠仓。我当时苦口婆心，怎么劝都劝不回来，最后才一气之下将他逐出师门，想着过不了几年他就会知难而退。所以许云的死，我比谁都心痛，必须要把害死许云的人给找出来。我还是挺喜欢许云的，小时候他经常会来姐姐家，每次来都会给我带很多书，所以当你俩闹崩了，许云再也不会来找我时，我很失落。尽管他在科研方面的天赋不高，但对当时几岁大的我来说还是很震撼的。所以现在可以告诉我答案了吧？为什么你要杀了许云？因为许云他也扰乱了历史。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是问你为什么要杀掉这些扰乱历史的人？纪林，你今天话很多，你以前从来没问过这种问题。因为以前死的不是许云，这份名单就是想让我找出那个扰乱历史的人吧。其实我觉得完全不需要这么麻烦，上面一共也就200-300人，全杀了不就好了？这么小心谨慎，完全不像你之前的风格。不行，绝对不能滥杀无辜。所以你看，你还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这么义正辞严，我还以为我们是什么正义组织呢。我父母也是你杀的吧？够了，纪林，这件事我已经和你说过很多次了，你父母根本就不是我杀的。别装了，我都查出来了。那你就再好好查查。如果你真的想获得一张天才俱乐部的邀请函，那就不要问不要想，按我说的话去做，找出那个扰乱历史的人。纪林，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我一直都认为你才是那个最接近天才俱乐部的人，所以帮我纪林也是帮助你自己。我没有说不听你的话，我会把那个人找出来的。果然，你从来没让人失望过。要是平时不那么懒惰就好了，你也会很招人喜欢的。懒惰，我很讨厌这个代号，我又不是最后一个加入组织的，你为什么不给我选一个好听的？那就好好去工作。知道了，傲慢。梦境里的林贤再次睁开眼睛，周围还是那个破旧的小乡村。这里真的还是东海吗？抓小偷啊！小伙子，帮忙！林贤回头看去，只见一位大妈正追逐着前面的小偷。哎，就不能换个村头吗？小伙子，我跑不动了，帮忙行吗？邢大娘，你在这里等我吧。很快，林贤再次将小偷按在了地上，并将他腰上的匕首扔了出去。而小偷此时竟又掏出了一把。林贤见状连忙闪开。妈的，今天就给你长点教训！你特么想教训谁？敢特么在老子地盘上偷东西，反了你了！大脸猫。林贤万万没想到，梦境世界天翻地覆后，竟然又见到了大脸猫。而大脸猫却是上下打量着林贤。你小子也听过我的威名，
擦！小偷一看寡不敌众，扭头就跑，而大脸猫直接一甩棍打掉了小偷手上的匕首。3个小弟一拥而上，直接将小偷按住。这是李大娘的包，等会给她送过去吧。咱们既然收了人家的保护费，就得守护一方安宁。大哥，他还有刀，别让他跑了，帮忙老弟，去前面堵一下。啊！林贤一个起步，直接跳到墙上，瞬间就冲了过去。我操！这是什么花活啊？大哥，他在飞！别告诉我，你特么是9刀流。将第3把刀扔出去后，林贤便和几人一起将小偷扭送到派出所。老弟，身手不错啊，怎么称呼？林贤。邢林贤，给你介绍一下，我是赵这一块的，道上都喊我大脸猫，你喊我脸哥就行。这是我的3个小弟，阿壮、二柱子、三胖。林贤一看去，发现3人正是银行里手脚不干净的老一、勾引大嫂的老二以及想黑吃黑的老3。话说老弟，你哪来的？这一块的人我都认识，你不是这个村子里的。这个我是流浪过来的，瞎溜达的。我刚才看你身手不错，爬高上低的，跟飞一样，要不要加入我的帮派？就这几个人也算是个帮派？贵精不贵多，我们入帮要求很严格的。那加入帮派有什么好处呢？呵呵，加入帮派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可以带你回家吃个饭，见见孩子和嫂子。孩子？难不成时空变动后，大脸猫的女儿还活着？那他父亲是不是也没死？加入帮派就能回家见大嫂吗？嘿嘿，我开玩笑的兄弟，回家见大嫂这种事，值当的说嘛。其实加入帮派的真正好处是，不用说了，脸哥我加入。一旁的二柱子脸色顿时一变，坏了，大哥，这小子不能收。怎么了？这小子是冲大嫂来的，他心术不正。嗨，瞎说什么呢？我兄弟我信得过。老弟，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脸帮的人了。不考虑换个名字吗？叫猫帮？猫是意识形态，脸是形而上学。林贤突然一愣，不敢相信大脸猫竟然能说出这样的哲学词汇。这俩词你在哪学的？我爸说的。你爸是哲学老师？他懂个屁的哲学，他就是个小学数学老师，还魔怔得很。平时没事就关在屋子里研究一本古籍。什么古籍？就是坟墓里挖出来的书，那都是好几百年前的一本书了，意外保存得很好。那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大脸猫挠了挠头，半晌才想起来，我记得是叫《宇宙常数导论》。这听起来不太像古墓派的著作，有点前卫过头了。哎呀，你别问我了，我哪知道那么多。我看你也像个书呆子的样，可千万别像我父亲一样学魔怔了。那你老爸还活？身体还好吗？好得很，就是脑子学傻了，天天在家窝在房间里不出来。阿壮，你说读书有啥用？屁用没有，这世道读书还不如学门手艺。就是，文化人是最不靠谱的，不如早点干活，娶个像嫂子一样好的媳妇。三胖，你觉得呢？我觉得可以。其实我也不想让我女儿继续上学了，早点打工，嫁个好婆家才是好出路。别，脸哥，还是让你闺女继续上学吧。对了，我能去拜访一下你父亲吗？其实我对数学也挺感兴趣的，想请教一下。那有何不可呢？你都是我小弟了，这点小事不足挂齿。不过今天肯定是来不及了，他住的地方有点远，我今天答应儿子给他买烧鸡回去吃。你还有儿子？对啊，小儿子6岁了，淘气的很，但有时候也挺可爱的。这样吧，反正你也是流浪，就住我家去吧。晚上也正好在家吃个饭，明天我骑摩托带你去找我爸。林贤考虑了一会儿，便点了点头。行，明天就明天吧。这时大壮悄悄凑了过去，小声的说道：大哥，那晚上的事，一切照旧。你们晚上还有活动？没有，是一些小事。走吧，老弟，买烧鸡去。我不想打工，我就要上学。不上学以后能干嘛？我不想再过你们这样的生活。你！大脸猫气得发抖，但嘴笨，说不过自己的女儿。算了，脸哥，虽说我这外人不该参与你管教孩子的事，但上学还是没错的，知识改变命运嘛。妞妞这么喜欢学习，是不是长大后也想和爷爷一样成为数学家，成为老师呀？哼，我才不想当老师。那你长大后想干嘛呢？我只有一个梦想，就是离开这里，去新东海市生活。林贤一愣，满脸疑惑的看向大脸猫。第3新东海市？没有第3，就是新东海市。你这脑子怎么跟二手的一样？等一下，新东海市是什么意思？这里不是东海吗？这里是旧东海。那新东海在哪？大脸猫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林贤。不是老弟，你是喝晕了还是逗我玩呢？新东海你都不知道吗？我真不知道啊，到底在哪？你这家伙睁着眼说瞎话，跟我走。很快，林贤就被拽到了楼顶。当看清眼前这一幕时，顿时就愣在了原地。就在距离他们数公里处，一座被钢铁高墙所包围的巨型科幻都市横空而立，大大小小的交通工具在空中驰飞，宛如科幻电影的场景。而脚下却是破旧落后的小乡村。看到了吧？那就是新东海市。真是一座未来都市啊，真好。好个屁，那是他们的好，关我们什么事？我们连他们吃剩下的垃圾都捡不到。所以现在冬眠仓研制成功了是吧？冬眠仓
据说新东海市里有这玩意儿，可就算有这些高科技，又有什么用呢？这一切都是他们享受着，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世界会发展成这个样子？难道说冬眠仓让那些富人和有权势的人可以变相的长生不死，他们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并且教育、知识，甚至理念和想法都会被精英们垄断，所以才导致了现在这种局面吗？我什么都不知道，从我出生开始，甚至从我爷爷的爷爷出生开始，这世界就一直是这个样子的。好吧，林贤沉默了，因为他想到了一句话：死亡是人类社会最公平的事情，只有死亡才能从根杜绝阶级固化，真正的推动文明进步。那堵高墙，你们能进去吗？就没有任何一丁点办法进去吗？你女儿的梦想就是要去新东海生活，所以哪怕她好好学习，好好努力，也去不了新东海吗？没有，除非你能把那堵高墙炸开。他们那里和我们这里就是两个世界，他们看我们像外星人，我们看他们也像外星人。不过即便不去新东海市，脸哥你也活得很幸福。你现在儿女双全，老父亲老母亲也尚在，真要是给你一个去新东海的机会，你未必想去呢。那倒是，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能过且过嘛，况且过得也不算差。至少天才俱乐部应该是不复存在了。你听说过天才俱乐部吗？没有啊，那是什么？从来没听过。好像是一个邪恶组织，有传闻说只有最顶级的富豪、最极致的天才、最有权势的大人物们才能收到这个俱乐部的邀请函。但其实这个传闻是假的，加入这个组织的门槛远不止这些。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这个组织到底是什么，它实在是太神秘了，神秘到好似根本不存在。你这说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这个俱乐部到底是干嘛的？我也不知道，唯一准确知道的和他们有关的事情，就是这个俱乐部的一个标志，就是这样一个指向天空的右手。嗨啊，我特么认真听了这么久，感情你是耍我呢？我还以为你讲的都是真的。你见过这个手势？全世界谁特么没见过？都看了好几百年了。在哪？你抬头啊！林贤仰头向天空看去，只见皎白的月面上赫然盘踞着一个巨大的黑影，贯穿了整个月球南北极，而那个黑影的形状和林贤此时的手势如出一辙。那是什么东西？月亮啊！我是说月亮上那个黑色的影子，那是投影吗？还是月球上真的有这么大的一栋建筑，直接横跨南北极？那就不清楚了。从几百年前就是这样的，我从小看到大也没觉得有多奇怪。其实你今天是运气好，15的月亮16圆，这图案才看得清清楚楚。要是平时月亮不圆的时候，看起来就跟竖中指一样。问题不在这呀，脸哥，问题是哪怕几百年前月亮就是这个样子的，但再往前几千年几万年绝对不是这样，这很明显是人为的。那你这不是废话吗？月亮上面的黑色图案肯定是人为的，但具体是什么人哪个国家的行为，传闻的版本很多，不过谁也说不清楚。历史书里没有相关记录吗？历史书？我们这种人啊，连知道历史的资格都没有，历史和知识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所以啊，老爹，真不是我不支持我女儿继续念书，如果她能去新东海市念书，那自然砸锅卖铁，甚至把我卖了我也支持。但是在我们这村子学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又有什么用呢？知道了，脸哥，如果有一天我能去新东海市，我保准把那钢铁高墙炸个大窟窿，到时候你就带着乡亲们带头冲锋，把里面的好东西都给抢过来。去你的吧，就知道吹牛。走，回去喝酒。哎呀，酒喝多了，忘记问大脸猫晚上的活动了。不过仔细想想，即便是时空变动后，未来世界的科技得到了飞速发展，但就发展程度而言，还是太低下了。来到书桌前，林贤将下一步的规划写了下来，找大脸猫的父亲聊聊，想办法潜入新东海市找历史文献，以及看看大脸猫到底瞒着自己什么事。新梦境的主线任务差不多也就这几个了。第二天，林贤便开着公司的商务车来到了东海大学。怎么是荷塘教室？你说的是小讲座呀？哎呀，反正你就是坐那闷头讲，下面坐几个和几百个人，区别很大吗？实话告诉你吧，来的都是女生，我觉得有些是奔着来阴猫来的，有些可能是奔着你来的。呵呵，奔着我来干什么？我有啥呀？你看，要长相有长相，要气质有气质，而且这来阴猫的版权收益，你能拿多少呀？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还没到账呢。那肯定少不了啊，各种周边玩具都这么火，你这轻轻松松就是千万富翁啊！年少多金，英俊潇洒，你说这些小姑娘们能不好奇吗？行了，你就别硬捧了，你不就是怕我跑步不给你讲吗？来都来了，我还能跑了不成？靠谱，姐等会儿请你吃饭，你这次太给我长面子了。很快，经过辅导员的简单介绍后，讲座就开始了。刚一结束，林贤就被一群女生围得水泄不通。学长，加个微信吧，我有些设计上的问题需要请教一下。林贤学长，我今年就要毕业了，能不能加个微信问下职业规划上的问题？学长，我也想去 MX 公司上班，能加个微信先给你投个简历吗？学长，在来阴猫上签个名吧，
听见无比熟悉的声音，来人正是楚安晴。你这千金大小姐，东海市独一无二的小公主，来这凑什么热闹？大家别急，我这就打开手机。这时，林贤的笔记本里掉出了一张稿纸，一位女生捡起一看，顿时一声惊呼：“我操！”那天在办公室画 CC 的画像时，正好被赵英俊撞见，就随手把画放进这笔记本里，结果把这事给忘得一干二净了。旁边的楚安晴看见这张画，也是瞪大眼睛，脸颊立刻红了起来。林贤学长，你画的这不是楚安晴吗？啊，这是什么情况呀？难道学长和楚安晴这是？这群女生的八卦之心直接炸了，瞳孔里闪着粉红色的桃花。而林贤深吸了一口气，说道：“你们听我讲，这是我。”哎呀，这是我求着林贤学长给我画的，竟然让你们看见了，多不好意思呀！没想到这么快就画好了，我还以为要过几天呢。周围的女生瞪大眼睛看着楚安晴。是前几天晚上 MX 公司的庆功宴，我爸带着我一起去了。当时他们有个抽奖环节，我就抽到了这个奖品，就是让林贤给抽到的人画一幅画像。我还以为要等很久呢，没想到这么快就画好了，谢谢林贤学长。不用客气。听他这么一说，周围的女生立刻明白了。那个外边有个商务车，里面有我们公司最新生产的一批莱茵猫玩偶，你们要是需要的话，可以去领，免费的。一听有免费的莱茵猫玩偶可以领，这群女生蜂拥而去。偌大的荷塘教室里，就只剩下了林贤和楚安晴两人。对不起，林贤学长，我没经过你的同意就说这种谎，希望不会给你带来什么负面影响。怎么会？反倒是我要谢谢你帮我解围。其实这幅画，你不用解释的，学长，我没有误会什么。虽然确实很像我不假，但我相信你画的肯定不是我，因为毕竟咱们前几天才第一次见面嘛，你怎么可能会画我呢？所以你应该是画的别人吧？这个是我一个高中同学，其实这幅画在我那天遇见你之前就已经画好了，没想到和你竟然长得这么像，我也很意外。原来如此，怪不得你们公司庆功宴那天，你看到我的眼神有些奇怪，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现在来看是想到那位高中女同学了吧？既然这样，那这幅画还是还给你吧，学长。想必这位女生对你而言，一定是位很重要的人吧？林贤连忙接过稿纸，放进了兜里。那还能给我的莱茵猫签个名吗？当然可以。说真的，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莱茵猫上签名。真的吗？那你能不能在上面写个序号 No.1， 这样就更有意义了。没问题，给你。谢谢学长，那我先走了。楚山河把女儿养得真不错。晚上，林贤早早的躺到了床上。抓小偷啊！抓小偷！你可算来了，罗罗诺亚索隆。小伙子，明白。我的没问题。李大娘，你别慌，在这里等着就行。一会儿三胖就会把包给你送来。我什么都还没说呀。很快，林贤就把小偷按在了地上，并将3把刀全部扔了出去。敢特么在老子地盘上偷东西！大脸猫一愣，看了看地上被绑着的小偷，又看了看林贤。你俩到底谁是坏蛋？脸哥接着。大脸猫接住一看，确定是李大娘的包后，交给了3胖。3胖，你把包给李大娘送过去。你认识我？我听过你的威名。那我叫什么？大脸猫。那你为什么要喊我脸哥？正常人都会喊猫哥吧？猫是意识形态，脸是形而上学。我操！大脸猫顿时目瞪口呆，一个箭步上前，握住林贤的手，就将其拉到阿壮和二柱子面前。这小子可以，绝对是个人才。老弟怎么称呼？林贤。来，林贤，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小弟阿壮，二柱子，还有刚才跑走的那个是3胖。你看人真准，道上都叫我大脸猫，你以后就还喊我脸哥就行。话说老弟，你哪个地方的？这一块人我都认识，没见过你。我是流浪过来的，瞎溜达。林贤还是按照之前的剧本走，这应该是最快加入联邦的路线。我想让这小子加入我们帮派，你俩觉得怎么样？绝对不行，大哥，你不能因为他读过几本书，有点文化就轻信他，文化人是最不靠谱的。没错，这小子细皮嫩肉，长得跟娘们一样，一看就不安好心。要是让这小子加入帮派，我不放心嫂子。这时大脸猫看向正走回来的3胖。3胖，你觉得呢？我觉得不行。最终大脸猫无奈的叹了口气，失落的拉住林贤的手。老弟不好意思了，我看你是知己，想收你为帮派小弟，可是我们帮派是很讲究民主的，我帮不了你了，你继续流浪去吧，什么时候混不下去了来找哥，少不了你一碗饭吃。剧本是哪里写错了？怎么走向完全不对？别呀，脸哥，我既然能独自把小偷制服，那说明我很有本事的，肯定能为帮派效力。不信我给你表演个。我操！好身法，大哥，他怎么飞上去的？怎么样，脸哥，我这身手还可以吧？大哥，我觉得这小子身手真不错，他这种翻墙头的本领，不正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人才吗？我不同意，
像他这种动不动就翻别人家墙头后院的，不是偷东西就是偷人。我们联邦不能接受这种道德败坏之人。三胖，你觉得呢？我觉得可以。好，那这事就这么定了。老弟，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联邦的人了。说真的，我看你第一眼就觉得我们之间肯定有缘分，刚才误解你了。作为赔罪，你有什么愿望，只要我能办到的，全都满足你。脸哥，你父亲是小学数学老师吧？还在研究一本古籍。哎呦，你连这个都知道？其实我就是仰慕你的父亲而来。我的愿望就是，能不能现在就带我去见一下你父亲？我有些数学上的问题想请教他。你想见我父亲？还是算了吧，他这一段神神叨叨的，搞研究都搞成神经病了，魔怔的很。而且我答应过我儿子，今天给他买烧鸡吃。要不这样吧，今天你跟我回家吃饭，明天我骑摩托带你去找我爸。哎呀，就今天吧，脸哥，你不用浪费太长时间，你把我送到你爸家里，然后你直接回来给儿子买烧鸡就行。咱们快去快回怎么样？大脸猫琢磨了一会，点了下头。行吧，既然都说了补偿你，那我这做大哥的不能食言。大哥，那晚上一切照旧，我们很快就回来。妈，爸，邪门了！我妈出门也就算了，我老爸是绝对不可能出门的。他自从把那个什么宇宙常数算出来后，除了吃饭上厕所，就从来没从屋子里出来过。爸，别喊了，大脸。这时，旁边邻居家的一位大爷走了过来。兄弟，这是我隔壁王叔。王叔，我爸妈呢？傻孩子，你爸妈大早上就被人接走了，你们家要发达了呀？王叔，什么人把我爸妈接走了？怎么一个招呼也没给我打？他们走得急呀，有人邀请他去参加一个学术论坛。你爸这次啊，可真的是要光宗耀祖喽。嗨，王叔，我还以为我爸中彩票了呢，搞了半天就是参加一个学术论坛，害我白激动了。真是个傻小子，你爸这次可比中10000张彩票都厉害。这几百年时间里，你爸可是第一个受邀进入新东海市的人。新东海？王叔，你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别开玩笑啊！混账！你说我骗你干嘛？早上7、8点的时候，几辆车从天上飞下来，客客气气的把你爸妈给接走了，现在指不定正在那吃山珍海味呢。看着眼前夸夸其谈的王大爷，林贤只感觉一阵冰凉，因为上一个梦境中，大脸猫的父亲就是因为研究宇宙常数导论获得了菲尔兹奖，从而被天才俱乐部杀害。既然这个梦境里他们依旧存在，那这次进入新东海市很有可能是一次鸿门宴。你不是说没有任何办法进入新东海市吗？那肯定啊，甚至历史中和传说里都从来没有一个人进去过新东海市。而且我爸就一个小学数学老师，他有什么本事能被邀请过去？看你俩这没出息的样子，一看就成不了大器。接着，你爸妈临走前把钥匙放我这，说明天就回来了，让我帮忙喂喂家里的狗和猪。既然你过来了，钥匙给你，记得去喂一下吧。说罢，王大爷就转身离开。而林贤看着大脸猫手里的钥匙，久久没有说话，因为他每天最早的入梦时间是中午12点42分，永远也赶不上大脸猫父母被接走前的时间。到底什么是宇宙常数？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我爸一直在研究那本宇宙常数导论，是一本古墓里挖出来的书，说是600多年前的一本古籍。那脸哥，我能进屋看看吗？我想去你父亲的房间里看看。行啊，要是平时我爸肯定不让人进他屋，不过今天他不在家，就进去看看吧。我爸研究这什么宇宙常数导论有好多年了，一直也没听他说有什么结果，就是大概半个多月前吧，他忽然说自己把宇宙常数算出来了，然后就像得了神经病一样，整天重复着一句话。到了，就这里，你想进去就进去看吧。林贤深吸一口气，推开了房门。只见整个屋子的墙壁上、天花板上、桌椅上、书柜上、石灰地板上，全都写满了42。看到了吧？我就说他疯了。这段时间他就和中邪了一样，见人就念叨一句话：42无处不在。嘿嘿，是不是吓到了？看你那点破胆！我爸之前就是这样，这附近好多小孩都被他给吓哭了，所以我妈就暂时不让他出门了。脸哥，你父亲一直研究的那本宇宙常数导论在哪？一般都在书桌上放着吧。真是奇怪了，他这屋子还从来没这么干净过，一张纸都没看到。之前一直都是乱七八糟的，那书可能被我爸带走了。他既然去参加学术论坛，总不能空手去吧？房间里虽然没有了书本和草稿纸，但其他东西都很整齐，说明大脸猫父母也轻信了所谓学术论坛的鬼话，落入了鸿门宴之中。老弟，我得去做点猪食，你是打算在这再看一会儿，还是和我一起喂猪去？抱歉脸哥，只能麻烦你自己去了，我现在脑子有点乱，想好好整理一下思绪。嗨，就你们文化人逼事多，那你再神经一会儿吧，我煮完猪食就骑摩托带你回家。大脸猫走后，林贤看着满墙的42发着呆。42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天才俱乐部只是杀了许云，却没有夺走他的研究资料，但这一次他们不仅带走了大脸猫父亲，还把他的草稿纸都一起带走了。这就代表天才俱乐部并不在乎许云的冬眠仓填充液，
但却畏惧大脸猫父亲的研究成果，畏惧42的真正意义。看来这新东海市是必须去一趟不可了。老弟走了，回去还得给儿子买烧鸡呢，别墨迹了。回去的路上，林贤便向大脸猫问道：“脸哥，你说你父亲那本宇宙常数导论是一本600年前的书，你确定吗？”对啊，我爸亲口说的，这就是一本600年前的古籍，从坟墓里挖出来的。可是不对啊，脸哥，除非是实验室级别的状态下保存，否则书本这东西是不可能历经600年时光还能正常翻阅的。老弟，你这脑子不是很灵光啊？我父亲那本书确实是一本600年前的古籍不假，但又不是从坟墓里挖出来的那本。我儿子还有一套《西游记》呢，你能说这书是从1000年前挖出来的吗？肯定是后来印刷的呀。大脸猫的话给了林贤一个新的思路，因为2624年的600年前就是2024年左右，和他所在的2023年处于同一个年代。集市上，脸哥提着烧鸡回来，林贤直接问道：“脸哥，你知道那本宇宙常数导论的作者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啊，我也没看过那本书。”“那你父亲那本是在哪里买到的？书店里有吗？”“这么高深的书我们这里怎么会有？我们这里压根就没有真正的历史和知识，只有新东海才有。”林贤立刻抓住了大脸猫话里的破绽。所以说，你父亲这本书是从新东海市里流出来的，这是如何做到的？你们和新东海不是完全隔绝，毫无交流吗？哎呀，老弟，这事我就不能给你细说了。别呀，脸哥，我都已经是你脸帮的人了，你这做大哥的怎么还能有事瞒着我呢？你就直说吧，是不是你和阿壮、二柱子他们晚上的秘密行动有关？大脸猫沉默了，看着手里的烧鸡，久久没有说话。不过最终还是点了下头。老弟，我确实有事瞒着你，但我没打算一直瞒你。既然你现在问出来了，我就直说吧。其实我们上面还有一个老板，我是明天打算带你去见老板的。只要他看上了你，允许你加入到行动中来，那我大可把一切都告诉你。但你脸哥我为人坦荡，在老板认可你之前，我是绝对不能把这件事说出去的。这点你就别为难我了。不行，我今天就要见老板，我对我的身手很自信的。今天你就带我去见老板吧，我今晚就可以参加帮派活动。今天真不行啊，老弟，这都几点了？你先放开我儿子的鸡腿。这样吧，脸哥，你今晚带我去，要是老板对我不满意，我扭头就走，绝不纠缠，这可以吧？眼看鸡腿马上要被扯下来，大脸猫连忙说道：“行，哎，我操，真是服了你了，松手，我带你去还不行吗？说好了哈，老板要是不同意你今晚参加活动，你就抓紧跟我回家，往后我再给你多说点好话，争取补考。现在先把烧鸡给儿子送回家去。”明白，脸哥，放心吧。没过多久，两人便来到了一处豪华的大院门前。走进庭院，只见一个身穿锦衣的中年男人正在浇着花。老板，我带新小弟来见你了。黎城，林贤万万没想到，竟会在这里看到黎城，因为黎城在第一梦境是个无恶不作、富可敌国的人间败类，而现在的大脸猫已经变成了正义的伙伴，为之效力的老板应该也是一个正派人物才对。嘿嘿，没想到吧？我老板就是远近闻名的李老板，其实这才是我的真正工作。我和阿壮、二柱子他们从小就跟着李老板做事。李老板，这是我新收的小弟，身手好得很，名叫林贤。李老板，你好，真是一表人才，看起来应该读过很多书的样子。大脸既然将你收为小弟，想必一定还有其他的过人之处吧？那肯定有啊，我大脸猫看人很准的。快，林贤，快给李老板翻个高难度的。林贤有些无语了，想着自己这神乎其神的跑酷本领，却成天被人当猴耍，不过还是往墙上跳去。厉害，怎么样，李老板？我这小弟身手还可以吧？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种会翻墙的人才啊！果然是好身手，有了他的加入，对我们的行动而言更是如虎添翼。脸哥，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父亲手里那本宇宙常数导论是哪里来的吧？你知道的，我们这里墙外的世界是没有先进的科技，没有真正的历史的，一切都掌握在像新东海市这样的新都市中。是不是这世界各处还有其他类似的这样的城市？那是肯定的呀，新航城、新帝都、新申城这些巨型科幻都市从几百年前开始建立，将世界分为钢铁围墙之内和钢铁围墙之外。但世界是如何发展成这样的，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真正的历史。但好在有很多像李老板这样伟大的人，立志要改变墙外的世界。你看那个方向，那里好像是一个垃圾处理厂。新东海市会把他们所有的居民垃圾都烧掉吗？没错，他们甚至连垃圾都不愿意让我们捡，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晚上潜入到221号垃圾处理厂中，把有用的东西给偷出来。任何一本书籍、报纸，甚至一些细小的零件，对我们而言都是可以学习和利用的宝藏。我明白了，所以说脸哥，你父亲手里那本宇宙常数导论其实就是从新东海市里偷出来的吧？没错。那还有存货吗？还是说只偷出来了一本？不好说，你可以到李老板的仓库里找一下。兄弟，这就是加入我们脸帮真正的好处。我们为李老板做事，所以也可以随意使用仓库里偷来的东西，说不定还真能找到那本书。林贤点了点头，可刚一转身就被大脸猫拉住。等一下，我们先去另一个仓库一趟。
为什么？你不是晚上打算和我们一起行动吗？那么作为行动的第一步，你需要给自己选一个面具。来到仓库，大脸猫拿起了一个机器人面具，而林贤则是情不自禁地走向一个猫咪面具。蓝鹰猫的玩具现在还是很火吗？那肯定很火啊！不单单是新旧东海，这个猫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火得不行。我女儿小时候非常喜欢这个，买了很多这样的玩具的。那我晚上行动的时候就戴这个面具好了。脸哥，你肯定猜不到这只猫是谁设计出来的。怎么可能不知道？全地球人都知道，这猫就是 MX 公司的吉祥物。MX 公司现在竟然还在，还没倒闭吗？说什么傻话呢，老弟 ！MX 公司怎么可能倒闭？地球毁灭了，它都不一定能倒闭。那这公司可足足有600多年历史了吧？应该是吧，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反正肯定是世界上最牛逼的几个公司之一了。那他们现在还在搞化妆品吗？开什么玩笑，人家是世界巨头公司，还搞什么化妆品？整个新东海都是他们建造的。林贤顿时愣在了原地，死死地盯着大脸猫。你说什么？这座钢铁科幻都市新东海就是 MX 公司建的？对啊，这不是常识吗？林贤瞬间想到了一个细思极恐的可能性，因为许云说过，冬眠仓可能2-3年内就能研发出来，而赵英俊又有一张天才俱乐部的邀请函。脸哥，那现在 MX 公司的总裁叫什么名字？其实他们老板就是……这我哪里知道啊，老弟。别看我们偷了这么多年东西，但关于新东海的事情我们知之甚少，偷到有用的东西很少很少。没有听到赵英俊的名字，林贤莫名的松了一口气。那哪里可以找到 MX 公司的发展历史或者介绍之类的东西呢？旁边的仓库里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书籍。你不是要去找我爸那本书吗？干脆一起找找吧。只是那里也没几本有用的书，不一定能找到。没多久，两人便从另一个仓库走了出来，不出意外的没有找到书籍。脸哥，是不是有用的书早就被李老板送出去了？就比如你爸那本《宇宙常数导论》。对啊，这里本来留下的就是挑剩下的无用品。放心吧，老弟，今晚就有偷垃圾计划行动，说不定就能找到了。到时候你别紧张，听你脸哥的指挥就行。你和阿壮、二柱子、三胖他们还不熟，不过慢慢就熟悉了，都是很好的兄弟。那我可太熟悉了，手脚不干净的阿壮，勾引大嫂的二柱子，想黑吃黑背叛组织的三胖，在第一梦境都不知道击毙过多少次了。来到庭院，3位小弟已经就位。呵呵，今天大家来的都挺早啊。哎呦，大脸收新小弟啦！这时黎城身后一个穿着性感的女子走了过来，大脸猫连忙把林贤推到身前。林贤，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情妇。混账！嫂子，我这小弟脑子不灵光，但身手不错，属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那种。他胡说的，你别见怪啊。这哪是胡说呀，明明是把李老板的心声说出来了。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吗？黎城尴尬一笑，把这事敷衍了过去。人到齐了吗？什么时候出发呀？还差一个人，正说他呢，他来了，我们的主力选手。林贤转头看去，只见一位身材苗条、戴着奥特曼面具的少女正缓缓走来。爸，这个面具不舒服，我昨天那个你给我放哪了？昨天那个让你妹妹玩坏了，我偷偷给你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你居然都发现得了。面具是一样，皮筋的松紧程度能一样吗？我一戴就感觉出不对劲儿了。哎呀，你妹妹调皮没办法，原谅她吧。这位是宁宁，这是我新收的小弟，身手和你有的一拼，翻墙翻的贼溜。林贤，这是李老板的大女儿李宁宁，以前全靠她翻墙过去偷东西，我们几个就是负责搭人墙和搞运输的。你好，林贤。你好。看着眼前的奥特曼面具，林贤感觉对面站着的仿佛是 CC。你没问题吗？垃圾处理厂的围墙足足有8米多高，他们3个搭起来的人梯也就是5米左右，还需要我们自己往上继续爬越3米的距离。好了，各位，出发吧，注意安全。很快，一辆面包车往新东海开去，颠簸的土路让换了劲装的黎宁宁时不时的撞到林贤。来到垃圾处理厂附近，只见各种机器人和无人机在附近徘徊。所有的垃圾处理厂只会有一个监管员，其他的都是机器人。围墙上面一共有6架无人机，按固定路线巡逻，每过40分钟会有1分钟左右的监控空白时间，12分钟后又会有30秒的监控空白。所以林贤，你和宁宁就要在这1分钟的监控盲区翻越围墙，然后在12分钟后的30秒的监控盲区再翻出来，听明白了吗？计划很严谨。嘿嘿，这都执行好多年了，从未出错过。这就是机器的不好，他们很厉害不假，但是太标准了，一切都可以计算出来。不过凡事都有突发情况。大脸猫拿出一个哨子吹了一下。听到这个声音了吧？记住，不管何时听到这个声音，立刻撤退。宁宁人呢？宁宁在那边呢，老大。快点过来！记住我之前给你说过的优先级，如果有书籍的话是一定要拿的，然后就是电子产品，剩下的就按我之前告诉你的依次排列。现在是0点10分，出发！说完，大脸猫直接冲了出去，很快就在城墙下搭起了人梯。人梯搭好了，
宁宁先跳。只见黎宁宁一个冲刺，从林贤身边跑过，身上的香味变了，那个戴着奥特曼面具的女人不是黎宁宁。脸哥，那不是。快点林贤，没时间了，无人机来了，快翻啊！林贤一咬牙也冲了上去，刚落地就被一把手枪顶住了脑袋，脑海里瞬间想到了一种可能。黎宁宁在树林里就被埋伏了，而埋伏她的那个女人戴上了黎宁宁的面具，伪装成她，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大脸猫他们当人墙，借机翻进这个垃圾处理厂。这么熟悉的套路，那么这人就是。朋友，别紧张。上方一阵无人机的声音传来，身后之人直接溜走。林贤向后看了一眼，也往城下跑去。翻了这么久，就翻到一本菜谱。这时，外面传来车辆行驶的声音，一辆载满垃圾的车辆驶来，开始倾倒垃圾。只见一个个方方正正、荧光锃亮的铁箱子掉了下来，正是第一梦境银行仓库里的保险柜。林贤连忙上前查看，这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垃圾车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别动！一只细嫩光滑的小手直接掀开了莱茵猫面具。呵，果然是你！林贤转头一看，来人正是戴着奥特曼面具的 CC。0.42分的白光轰然而至。CC 还真的是不忘初心，每一个梦境都这样的执着。只是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在哪里见过我吗？算了，明天入梦后直接找他问清楚得了。那个保险柜估计是在几年甚至10几年后存下来的，如果真是我的话，其实还是有一种办法可以逆向思维知道密码的。来到桌边，林贤打算给自己写一封信。未来的我，你好，我是2023年的林贤，请你未来再设置一个哈合金制造，并且密码是8位数的保险柜密码时，务必把密码设置成29990203。林贤看着这封自己写给自己的信，又在心里默念了好几遍，打上了思想钢印。相信未来的我不至于说话不算话。还有那本宇宙常数导论，作者不知道现在写好了没有。说着便拿起手机开始搜索。不出意外的是，没有查到任何关于这本书籍的信息。第二天，林贤没有去公司，而是来到一家私人影院。因为这部银河系漫游指南的电影里也提到，宇宙生命和世间万物的终极答案是42。与此同时，东海城郊的灵湖别墅内，我听管家说，你这几天都没有出门，还网购了一些毛绒玩具，你真的有在工作吗？季林，你给我的那张名单我已经看过了，全都不对。既然名单不对，那你就再去找线索呀。难道那个扰乱历史的人会自己找上门吗？其实我一直在想，到底要如何证明一个人在扰乱历史？难道你知道原本的历史发展轨迹吗？我当然不知道，我如果知道，还用得着你来调查？直接比对一下就能把那个人找出来。所以问题就出在这，你既不知道原本的历史走向，那我们要如何判断一个人在扰乱历史呢？凭直觉吗？不行，必须找到绝对的证据。你看看，你这就是强人所难。那你就别抱怨我行动慢了，你什么都不告诉我，也不给我任何提示，那我不得上网好好查查，万一在哪个论坛上能找到一些线索呢？又想套我话是吧？放弃吧，季林，我知道的已经全都告诉你了。不，远远没有。就好比你要求的这种诡异的杀人方式，必须是车祸，必须是晚上0.42分到43分这60秒内。很难吗，季林？我看你每次执行的不都挺好的，就像这次的行动，不就是一次成功吗？其实我挺好奇的，你在许云参加庆功宴前见了他一面，你对他说些了什么呢？说你让我说的是，季林，你该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吧？说的好像杀许云你很不情愿一样。你要是真想给他报仇，那就抓紧把那个扰乱历史的人揪出来。那你如何证明许云扰乱了历史？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吗？他根本不可能研究出冬眠仓填充液，他没这种本事。这种主观判断可以当作证据吗？那许云明明配不上姐姐，你硬撮合他们俩，是不是也扰乱了历史？老人眉头紧皱，沉默着没有再说话。既然你不说，那就让我来猜一猜吧。其实你也不知道证据是什么，不知道什么是扰乱历史，而是有人告诉了你，再加上每次杀人的方式和时间，所以我想你之所以这么做，应该有2种可能：要么你其实是一个模仿犯，你在刻意模仿某个人的杀人方式，并认为这样可以和他一样加入天才俱乐部；要么你就是刻意表演给谁看，像是在通过一场天才俱乐部给安排的考试。其实还有第3种可能，就是天才俱乐部的某个人让你杀的。傲慢，你到底在给谁当狗？够了，季林，我不希望我们俩之间是这样的相处关系，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我也不想，所以你直接告诉我答案不就行吗？还是说把真相说出来就会影响我们收到天才俱乐部的邀请函呢？我不确定，但是我不能赌。季林，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我想你应该早就找出那只耗子了吧？严谨的讲，只能说是确定了第一个调查对象，毕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确实在扰乱了历史。没错，必须要找到绝对的证据才行。这个人和以往那些人不一样，以往那些人应该都是被动的，但眼下这个人，
我认为他在主动扰乱历史。如果这个人真有扰乱历史的能力，那他迟早也会觉察到我们的行动，必然会开始隐藏自己。我们在抓他，他也在抓我们。我相信你，纪灵，这场猫抓耗子的游戏，我们没理由会输。我还是很喜欢玩游戏的，只是这场游戏里谁是老鼠，谁又是猫呢？另一边，看完电影的林贤刚出门，就遇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熟人。安晴。林贤学长，你这是把我错认成谁了呀？不会是把我认成你高中时喜欢的那个女同学了吧？先暂停一下，我确实是把那个女同学画出来了不假，但是我可从来没说过我喜欢她呀。话说，你也是来这里看科幻作品展的吗？不是的，我是在那边逛画展的，刚好要从这个场馆路过，所以顺便来这里看看。没想到就在这里碰到你了，真是巧呀。确实很巧，你是自己来的吗？对啊，我今天下午没有课，所以来这里逛逛。其实我一直对画画挺感兴趣的，只是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怎么画都画不好。倒是林贤学长，你真的很有画画的天赋。其实我也不太喜欢画画，之所以练习素描，是因为高考我文化课成绩没有那么好。如果想来东海上一所不错大学的话，就只能走艺考这条路。原来是这样啊，果然大家都是觉得外边的世界好。其实比起东海，我更喜欢学长你的老家杭城市呢。话说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呀，林贤学长，你过年要回老家吗？是要回老家一趟。这样啊，学长，那里的油画展有很多名家真迹，还有从大英博物馆运过来的呢，你要不要一起去逛一下？行吧，那就一起去看看吧。真好，这样我就有个导游了。学长，你肯定很懂这些画作吧？其实我也就是个二把刀。两人有说有笑的逛起油画展，来到了一幅黑白画作前。忧伤的爱因斯坦，这幅画作绘制于1952年的纽约布鲁克林，是米国上世纪著名写实派画家亨利·道森所画。爱因斯坦不是一位很厉害的科学家吗？他应该受人尊敬，地位极高才对。可是为什么这张画像上的爱因斯坦如此忧伤抑郁呢？其实爱因斯坦晚年基本都是在忧郁压抑中度过的。爱因斯坦认为是他的智能方程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因此让人类掌握了无法驾驭的核能量，进而导致引发了数百万人的死亡。林贤一边讲，一边和忧伤的爱因斯坦上那无神的双目对视，旁边的楚安晴听得很是入神。回到家，林贤直接躺上了床。来吧 CC， 我可是有好多问题要问你呢。晚上入梦，又是熟悉的乡村，以及抓小偷啊，抓小偷！好，老弟，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联邦的人了。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你这种翻墙头的人才。你有什么愿望，只要我能办到的，全都满足你。我要见李老板，我要加入你们晚上的行动，我要为救东海人民的历史和知识多偷一本书出来。我操，你这觉悟可以，李老板一定会喜欢你的。计划顺利进行，很快一群人便坐着面包车往新东海开去。宁宁人呢？老大，宁宁在那边。快点快点，都跟上！林贤向后看去，只见黎宁宁盘在脑后的头发已经发生了变化。CC， 我知道是你。女人立刻停下脚步，警惕地盯着林贤。别紧张，你应该见过我吧？看清林贤的脸后，女人顿时轻松了不少。你可以讲话的，我也是临时插队，和他们并不算是一伙人，倒是和你的目的大致相同，都是为了打开那个写有林贤名字的保险箱。只是我有很多问题想和你确认一下，交换一下情报如何？女人犹豫了一小会儿，便点了点头。可以，但要我先来，我也有很多问题要问你。见 CC 竟然这么痛快就答应了，林贤反而有些意外。无妨，那你先问。我见过你。在哪？我很难描述清楚这件事，但我并非是在现实中见过你，也不是在梦里，那是一段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记忆。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记忆。第一梦境最后一次见 CC 时，他说脑海里有很多不属于他的记忆碎片，一个大胡子的中年男人叫他来开保险柜，而且我问过他很多次，他都说不认识自己，为什么这次竟然改口了？你具体讲讲怎么回事吧。从小开始，我的记忆就很混乱，脑海里好像有很多不属于我的记忆，就好像是另一个世界里的另一个我。直到今天遇见了你，我的记忆碎片里有关于你的事情。那是什么样的剧情呢？这段记忆片段很短也很碎，大致剧情就是你、我还有大脸猫3个人用一把火焰喷枪烧保险柜，但最终却没有烧开。这种感觉很奇怪，我知道我没有经历过这些，不可能是现实世界里发生过的事情，但今天你却真实的出现了，并且看样子你对我并不陌生。你能告诉我那段记忆碎片到底是怎么回事吗？林贤很是诧异，他想到了很多种 CC 见过他的可能，却没想到会是这种，因为对他而言，这是前几天才经历的事情，而 CC 却从小就有这段记忆。哎，你倒是说话呀！我这些破碎的记忆碎片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那你的记忆碎片里还有那个大胡子中年男人告诉你说所有过往和真相都在保险柜里的这段记忆吗？有的，你知道的可真多，能告诉我这些记忆碎片的真相吗？目前来看，
第二梦境 CC 的脑海里有段第一梦境里他真实经历过的剧情，可是第一梦境明明循环了那么多次，为什么却只有火烧保险柜这次的记忆呢？按照我的理解，你脑海里的这些记忆确实是另一个世界的你经历过的另一种人生，你可以当它是平行时空，但为什么这些记忆是破碎的，又偏偏是这一段的记忆，我目前也想不明白。我也曾这样想过，只是缺少证据，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这里的目的。CC 转过身，看着远处的霓虹大厦。我想打开那个保险柜，了解这一切的真相，了解我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仅仅是为了好奇心，仅仅是想弄清楚一个没什么影响的真相，就冒着生命危险来开保险柜，是不是有点太不理智了？或许吧，但我必须这样做。这件事对我而言很重要。比生命还重要吗？比生命还重要。保险柜里的东西，或许就是我生命的意义。现在该你了，有什么问题吗 ？CC， 你的真实名字是叫楚安晴吗？当然不是，你为什么会觉得我叫这个名字？你这个问题真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你对于从出生到现在的记忆是连续和清晰的吗？比如，你是否清楚知道自己父母是谁，从哪里出生，在哪里长大，并且这10几年人生经历的事情是连贯的吗？我当然知道我的父母是谁，知道出生在哪里。你是不是觉得我名字奇怪，所以才问我这些的？因为我并非出生在龙国，我父母都是外籍华人，从小就在国外长大。Brooklyn， 布鲁克林，这就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我是为了找那个林贤的保险柜才来新东海这里的。你能确定没有使用过冬眠仓吗？这个你得好好想一想，因为据说这东西会有引发失忆的副作用，可能你曾经使用过，但是醒来后失忆了。怎么可能？我又不是傻子，我要是真用过那玩意，怎么可能一点都不知情？你问的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见 CC 开始不耐烦了，林贤只是叹了口气。行吧，我也没其他的事情要问你了，今天就问到这吧。与众人会合后，大脸猫震惊地看着两人。你们两个怎么聊上了？还贴那么近？我可警告你啊，老弟，别打宁宁的主意。这是老板的女儿，你别动歪心思。更何况宁宁才10岁，你注意一点分寸啊！什么？离宁宁才10岁，谁家10岁小孩长这样的？哼，还不是我嫂子天生丽质遗传的好，宁宁能长这么漂亮，全是遗传的我嫂子。你小子快离宁宁远一点，都快贴上了。太不像话了，林贤，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太让人失望了。三胖，你觉得呢？我觉得不行。你们管的可真宽。林贤还是无语的走了几步，离 CC 远了一点。都专心一点，快到监控盲区了，准备好，就是现在。开始达人贴，三胖、阿壮、二柱子。好了，宁宁先跳，快一点，林贤，该你了。快躲起来，无人机来了！两人刚走，就有一架无人机从上方飞过。应该就在这里，大概在0点25分左右，会有一堆垃圾车驶来，然后有一辆车上就装着咱们要找的哈合金保险柜。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这些垃圾车卸货的位置是实时计算的，并没有既定的路线。这些无所谓的事不用在意，你只管相信我就行了。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还能骗你不成？这时，墙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鸟叫声，估计是那个叫林宁宁的女孩醒过来了。我猜也是。你到底对林宁宁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就用了这个兽用麻醉枪。这东西怎么听起来比手枪还残忍？怎么可能？这种东西就是兽医给牲畜们看病使用的，剂量并不大，但用在人身上还是有很强的麻醉效果的。不过我对林宁宁用的剂量很小，不会昏迷太久。好吧，我们先躲起来，垃圾车快来了。没多久，数十个荧光锃亮、崭新如初的哈合金保险柜砸了下来，歪七扭八的倒在面前的空地上。你竟然真的猜对了！我研究过，这些垃圾车倾卸垃圾的地方真的是实时计算的，有些时候同一车还要到2个地方卸货，这你也能预测到？这件事很难解释，但并不重要。先赶紧找林贤的保险箱，我们时间不多，只有14分钟。为什么只有14分钟？这个也很难解释，你听我的就是了。你去那边找，我在这边找。说完，两人就冲了出去，然而却并没有找到林贤的保险柜。找到了吗？没有，我全都看过了，林贤的保险柜不在这里。这是怎么回事？林贤左右看了看，发现保险柜比银行仓库里少了很多，数量不对，保险柜应该至少有100多个，可能剩下的还没有运出来。下一波垃圾车会在0点57分到达，那批车上应该装着剩下的保险柜。不是，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还这么详细？是因为这个。这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称呼，但这是每个垃圾处理厂工作人员都会佩戴的一种设备，戴在耳朵上，眼前会浮现出一道光幕，可以用眼神操作，很是先进。林贤顿时明白了，这应该是类似全息眼镜的东西。这玩意你是怎么搞到的？我从其他垃圾处理厂偷来的，这东西在我们看来很先进，
但对他们新东海的人来说，就是一个收发通知的工具而已。这东西不识别身份吗？偷过来就能用？有密码，但我破解了。看来 CC 这密码专家的属性还在，就是不知道这手艺是在第二梦境里学的，还是那些记忆碎片里继承过来的。所以你早就知道今晚会有一堆哈合金保险柜被运送到这个垃圾场，然后你才想办法潜入这里。也不全是，记忆里的大胡子男人告诉我，他给我留的保险柜存放在泰姆银行，但旧东海又没有这家银行，那肯定是在新东海里。所以我每天都在垃圾处理厂翻报纸、翻资料。后来我在一张报纸上看到泰姆银行刊登的破产公告以及保险柜认领书，上面写了一个期限，如果到8月28日还未认领的保险柜将作为垃圾处理。所以如果林贤的保险柜不在这一批次的垃圾车里，就一定在0点57分到来的车里，我们只需要继续藏在这就行了。看着自信且轻松的 CC， 林贤没有说话，因为0点57分他永远都等不到。那个，我们还是聊点别的吧。既然你在这一块已经很久了，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潜入新东海市的线索？我想进入新东海市里找2本书，还有一些资料，这些东西垃圾场里估计是翻不到的。就为了2本书潜入新东海，你不要命了？我的命不值钱，我也赌得起。不如2本书，不如1张纸。你可真会开玩笑，不过真是可惜了，如果你能早点遇见我，就不用想着潜入新东海去找书了。你说什么？早点遇到你的话会怎么样？早点的话我就会告诉你，在314垃圾处理厂里，今天晚上会有大量的泡水书运过来，你想找书去那里找不就可以了？只可惜现在肯定是来不及了，估计已经烧成灰了。等一下，你说今天晚上有一批泡水书会运到314垃圾处理厂，这个情报靠谱吗？当然靠谱了，这个你忘了，我再给你确认一下吧。说着就戴上了类似全息眼镜的东西。找到了，说是东城区有一家大型书店，因为2楼漏水事故，导致1楼的图书区域大面积泡水，现安排垃圾转运车辆进行专项运输，返回314垃圾处理厂的时间是晚上23点19分。不过你已经错过今天的监管员换班点了，就算现在立刻去那个垃圾处理厂也来不及了。很感谢你的情报，真是及时雨。如果有朝一日我能潜入到新东海市里，我会替你去看看保险柜里面有什么的。你在说什么？第2批垃圾车马上就到了。林贤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时间，我差不多该走了。你要去哪？回家了，拜拜。0点42分的白光如期而至。看来要想打开写有自己名字的保险柜，只能白天潜入新东海市里，找到那个倒闭的泰姆银行了。不过明天晚上还是先去那个314垃圾处理厂碰碰运气吧。第2天一早，睡梦中的林贤被电话铃声吵醒。好兄弟，快帮我挽尊！我已经安排好了高中同学聚会的时间和地点，可是我在 QQ 群里发了通知，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回复。所以林贤，你赶紧去登录 QQ， 在班级群里给我捧个场。你就说你要去，很想念同学们，他们肯定会看在你的面子上，纷纷响应的。我有什么面子啊？莱茵猫创始人啊！现在谁不知道莱茵猫？这面子还不够吗？快去，别让我这老班长这么尴尬，搞得我多么没人愿意啊！无奈，林贤打开了班级群，果然里面只有一条高阳发的同学聚会通知。同学们好久没见了，是该聚了，过年回家见。然而消息刚发出，马上就有人回复，一个极其陌生的名字和头像。好呀，林贤，我一定去。谁是唐鑫？我怎么不记得班上有这个人？你不记得也正常，这个女生是个转学生，高2分班的时候来上了几天学就出国念书了，但是人家当时都进 QQ 群了，我也不能再提了吧。而且这么多年人家一直潜水也没出现过，我身为群主都忘了这回事了。这种就几天的同学也要来同学会吗？来呗，人多热闹啊，在国外的同学都要来参加，更能体现我这个班长有面子啊。挂完电话，林贤瞬间想到了一件事。泰姆银行 Time Bank， 原来是时光银行，怪不得里面1分钱都没有。出发。好，老弟，从今天开始，我懂了，脸哥，从此时此刻开始，我与脸帮共生死。高举猫是意识形态大旗，贯彻脸是形而上学主义，为了人类的历史和知识而战。我操，老弟，你搁这背书呢，都快唱起来了。不过你这种觉悟我喜欢。说吧，老弟，你有啥愿望？只要你脸哥我能做到的，我都满足你。我要见李老板，我有很重要的线索要提供。今天晚上在314号垃圾处理厂里会有大量的泡水书运达，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去那里偷书。真的吗，老弟？那咱们快去找李老板，如果情报正确，自然去那里更划算。没过多久，众人便聚集在了黎成家。314号垃圾处理厂在新东海的正南边，距离倒是不远。只是林贤，你的这个情报是否准确？我必须对我的队员们负责。李老板，我有准确的情报来源，今晚23点19分会有数万本泡水书送到垃圾处理厂，我们可以趁监管员换班的时候大量偷书。当然，
李老板要是有安全方面的顾虑，那大脸猫他们只需要搭好人梯，我自己翻墙进去就可以，然后等时间差不多了来墙外捡书。瞎说什么呢，老弟，我们脸帮可没有贪生怕死之人。李老板，我信得过我兄弟，你要是担心，不让宁宁翻进去就可以了。今晚看林贤的表现。我不同意，脸哥，你太轻信这小子的话了，他就是想利用我们罢了。嫂子，你觉得呢？然而，这位离城的忠贞情妇却是淡然一笑。我倒觉得有何不可，利益和风险并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三胖，你觉得行吗？我觉得不行。我觉得可以。爸，我觉得应该去314垃圾处理厂试一试。我们干这一行这么久了，什么时候怕过死？好，那这事就这么定了。不过晚上务必要听大脸的指挥，万万不可擅自行动。晚上，一行人来到了314号垃圾处理厂附近。林贤看着旁边的黎宁宁，如花似玉的年纪，却蹲在垃圾场外，只为偷几本沾满臭汁烂液的泡水书，忍不住叹了口气。怎么了？没事，只是这个世界的样子我不太喜欢。我也不喜欢，但这就是我们的命，不喜欢又有什么用呢？你信命吗？我不信，信命我会干这个。我觉得人的命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不努力，什么都不会改变。但努力的话，或许就可以改变一切。你的想法很不错，我很喜欢。哎，你小子怎么还喜欢上了？我警告你啊，老弟，宁宁才10岁，你注意一点分寸。这烂梗每天你都要玩一次，不腻吗？我就和人家说个话，你们管的也太宽了吧？你闭嘴，别提嫂子的事。都别吵了，监控盲区要来了，准备行动。很快，几人就搭好了人梯。林贤两人跳上墙后，直接就找到了书堆。林贤，你看，果然有好多书，太好了！黎宁宁激动地拉着林贤就往书堆走去。宁宁，有件事麻烦你一下，有2本书对我而言很重要，你翻书的时候如果能找到，麻烦喊我一声。好的，什么书？一本宇宙常数导论，书名就叫这个。那另一本呢？另一本并不一定是具体书籍，只要是和 MX 公司有关的书刊杂志，你看到了喊我一声就行。好的。随即两人便在书山里大肆翻找。林贤，很多教材和科普书籍都可以的，不用那么挑剔。咦，找到了。找到的哪一本？我与 MX 好像是一本自传，你要看吗？扔过来。接过书籍，只见上面写着 MX 公司总裁以及一个光头的男人。林贤莫名松了一口气。翻开书籍，很快就在上面找到了重点。MX 公司成立于2020年，在创始人赵英俊女士的英明领导下，很快成为国内化妆品领域的领头羊。然而天妒英才，正值公司腾飞之际，赵英俊女士却在一场枪击案中意外身亡，午夜时分香消玉损，享年23岁。赵英俊死了，是不是太过于年轻了？最主要的是，赵英俊现在就是23岁啊，岂不是马上要死了？这时，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鸟鸣声。林贤，我们快走，撤退时间到了。说完，直接起身离开。一回头，见林贤还在原地看书，竟又折返回来，把林贤拽住。别看了，要看出去再看。来到城墙上，只见远处一架无人机正在快速靠近。来不及了，你先走吧。下一秒，林贤直接将黎宁宁抱上城墙。快翻出去，他们会在外边接应你的。林贤，一转身，只见数架无人机冒着猩红的灯光直朝他射来。赵英俊竟然要死了，真的只是一场意外吗？他那张邀请函是目前唯一能将现实和梦境连接起来的纽带，所以他不能死。不过救人可以，但首要还是要保证我自身的安全。还有，那本书里也没说他什么时候在哪里死的。林贤拿出手机，开始搜索赵英俊的个人信息，很快就查到了他的出生年月，1999年1月15日。转头一看床头的电子钟，2023年1月12日0点37分。这么近，还有3天就24岁了。也就是说，赵英俊这场枪击案发生的日期只可能在1月12、13、14日这3天的晚上。或许我可以利用时空蝴蝶效应，想办法改变赵英俊这3天原本的安排，从而改变历史走向。第二天，林贤拿着一叠资料，直奔赵英俊的办公室。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让人放心，各种事都办得很漂亮。谢谢。看着已经被贴上生死符的赵英俊，林贤心情很是复杂。对了，你晚上有时间吗？有什么事情吗？我订了一家不错的餐厅，晚上想约你吃个饭。你要请我吃饭，是有什么事吗？倒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只是想感谢一下你的重用和提拔，你对我的帮助很多，给了我很多展示才能的机会，才能让我有现在的生活。这样啊，这我觉得没什么必要。林贤，你现在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努力的成果，真要感谢，也该是我和公司感谢你才对。其实还有其他的事情哦，说说看。我想离开 MX 公司。赵英俊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站起身看着林贤。这么突然，你是有什么其他的打算吗？还是去别的公司任职？倒也不是，我主要是想出去干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你想好了吗？
还没想好呢，我现在内心也很迷茫。我很佩服你年纪轻轻就闯出一番成就，也很想成为你这样的人。但我觉得有一个提前的规划和方向还是很必要的，所以我想晚上和你好好聊聊这件事，想听听你的看法和意见。当然了，我并不是说我现在就要离开。你的考虑很有道理，如果你有创业的打算，我确实可以给你传授一些经验和碰壁后的教训。但是，抱歉林贤，今天晚上不行，因为晚上我约了一名国内顶级音乐制作人，准备和他谈谈莱茵猫主题曲的事情。所以，我们约在明天晚上如何？本来我明晚也是有安排的，但是你身为我的得力干将，你的事情肯定更重要一些。林贤沉默了，因为赵英俊说的合情合理，可要是他的死亡时间凑巧就是今天，那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我来给莱茵猫写主题曲。不好意思，倒不是我不信任你林贤，但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你放心吧，我不会辜负了你的猫的，我肯定会为他尽力找一个顶流作曲家。那个，其实我也不是乱讲的，我大学时期自学过吉他。只有自学的水平吗？但我确实创作了一首曲子，感觉挺适合莱茵猫的。而且我之前在设计莱茵猫的时候，把歌词也都填好了。歌词都填好了？真的假的呀？既然你有意表现，何不去仓库里拿把吉他，现场弹唱一下呢？可以，有何不可？调好音色，林贤便开始弹奏梦境里听来的莱茵猫主题曲。一曲弹完，旁边的赵英俊眼神里充满了惊喜和疑惑。林贤啊，看来我之前真的是小看你了，你可真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啊。也就画画还可以，其他的指望不上。你要是觉得这首歌还行，我们就把它作为莱茵猫主题曲吧，毕竟这只猫是我设计的，用我自己的音乐更合适一点。他这样说，赵英俊不可能不答应，因为自己才是公司的大爹，况且现在还有单飞的危险。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正如你所说，这是你设计的猫，你说了算。既然这样，林贤，那我今天晚上也没安排了，你那顿饭是想今天吃还是明天？明天吧，今天也怪我说的太晚了。那好，难得晚上没有安排，我就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吧。对了，你明天找一间录音室，把这首主题曲的 demo 录一下，回头我们直接给歌手听。行，没问题。自己今天凭空唱出一首歌，打乱了赵英俊的计划。如果这场枪击案就发生在今晚，那颗子弹应该就波及不到赵英俊了。入梦，林贤还按之前的套路，再次来到垃圾场的书堆。林贤，找到了。扔过来。再次接过这本《我与 MX》，翻到熟悉的那一页，只见上面的内容和之前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变化。看来这场枪击案并不是在1月12号发生的，就看明天的了。第二天，两人来到了一家西餐厅。品味不错，这家餐厅我早就听过，离我住的地方很近，但今天也是第一次来。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的鱼子酱不错，主要是贵。其实听到你说想要离开公司时，我还是很不舍的，但如果能找到自己愿意去为之努力的目标，我也很为你高兴。也是想锻炼一下，我知道现在的自己还不具备独自创业的能力，在你身边可以学到很多商业思维和经验，所以短时间内不会离开公司。总之，能遇到你这样的上司，我还是很幸运的。能遇到你这样的下属，也是我的幸运。两人相谈甚欢，直到晚上10点，林贤亲自将赵英俊送回了住所。那我先走了，谢谢你的晚餐，鱼子酱确实不错。再见。今天晚上大概率也是没问题了。第二天，林贤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搜索各类枪击案的新闻。没有，那就是说，今天晚上就是赵英俊的死期。不过昨天他说今晚要和一个女歌手见面，商量演唱莱茵猫主题曲的事，这次又要找什么理由让他推掉呢？来到公司，赵英俊正看着文件。demo 做出来了吗？今天晚上我要和歌手妙可见面，直接让他听的话更好沟通一些。应该做的差不多了，我刚才和录音室联系了一下，说让我下午去拿。行，尽快拿过来吧。晚上你要不要一起去？林贤一愣，没想到赵英俊竟会主动邀请自己。我也可以去吗？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晚上有一个娱乐圈的舞会，我本身就和妙可约好，在这场舞会上见面。你要没什么事就一起去吧，顺便可以帮我挡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其实你的主要目的恐怕还是让我给你当挡箭牌吧。不过刚好没有借口改变你的行程，现在一切都变轻松了。行啊，正好去听听那位女歌手的音色，看看合不合适。见林贤答应下来，赵英俊点了点头。会开车吗？会一点点。到底有没有驾照？那肯定有啊。那就行，今天是娱乐圈的时尚聚会，所以我们开的车也要注意一点。就这样吧。车在地下停车场的车库里，7点半来接我，不要迟到。好，知道了。晚上舞会顺利进行。妙可对你这首歌很满意，怎么样？是不是感觉今天的舞会很无聊？还行吧，我觉得和之前楚山河的那场晚宴也没什么太大区别。那区别可大了。你知道东海商圈每年最隆重、规格最高的宴会是什么吗？就是5天之后，农历腊月28，
楚山河每年都会组织的东海商会新年晚宴，那才是真正的大人物云集，你也该去那里瞅瞅。忽然，整个大厅的音乐戛然而止，几位面色严肃的警察将整个大门封锁。各位先生女士，不好意思打扰大家的雅兴，我们接到举报，你们中有一位女歌手，因为前几天公开恋情的原因，被一名精神有问题的狂热粉丝怀恨在心，扬言要和这位女歌手殉情，请大家不要走动，配合我们的搜索工作。听到这话，刚和赵英俊商讨完的女歌手妙可脸色煞白。我这就回去。你不用害怕，我们会安全送你回家的，但首先要控制现场，做一下基本的搜查，请各位谁都不要走动。没多久，警察便搜查完毕，并没有找到什么人。我们也走吧，林贤。林贤看了眼时间，离午夜还有2个多小时。在原本的历史中，这个歹徒可能成功枪杀了妙可，但不知道为何赵英俊会卷入其中。不过原本的枪击案要在午夜才发生，说明歹徒大概率是在其他地方埋伏着妙可，那就带着赵英俊绕几圈再回家吧。你是不是走错方向了？啊，是吗？好像确实走反了，不好意思，我刚才在想事情。你该往右边变道上高架呀。哎，现在也变不过去了，你这完全绕远了呀。那个，主要是我对这一块不熟，也不经常开车，比较生疏。看出来了，你这开车水平确实不怎么样，你得找时间练一下。好的。林贤，你这一段时间帮我这么多忙，我还是很感谢你的。你确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并不单单是才华方面，各方面都让我很是欣赏。能被你这么认可，是我的荣幸。但是有件事情我还是很好奇，我之前一直认为你不是那么有上进心的人，但这一段你的变化很大，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变了，就好像忽然有了目标一样。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是试探，发现了自己的目的性，还是说只是单纯的关心下属？因为我体会到了成功的滋味，或许我之前一直都处于低欲望状态，但现在我渴望成功，我不想过平凡的一生。行吧。这时，赵英俊的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是妙可安全到家了。之前离开的时候，我给他打了个招呼，安全到家后发个消息。那就好。你们认识妙可？两人顿时一惊，只见一个邋遢的男人抱着一束花，不知何时躲在了后座。你回去专心开车，现在就掉头回去，带我去见妙可。红色的宾利在高架路上快速奔驰，硕大的枪口顶着林贤的脑袋，这种感觉熟悉又陌生，让他不寒而栗。他妈的扭回去！你冷静一点，我们可以谈，先放下枪。混，别这么废话，带我去见妙可，老子现在就要见他。此时此刻，林贤彻底明白了这一切的因果逻辑。原本以为枪击案是发生在半路上的，所以只要错开时间地点就可以了，没想到歹徒竟然藏在车里，这特么就算绕路到火星都甩不掉他呀！大哥，你让这位女士下车，我带你去找妙可，这样站着不安全，容易被警察抓到啊，倒不如坐到副驾驶上来，拿枪指着我，我保证把你送到地方，让这位女士先下车。赵英俊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林贤，不明白他为何会出此计策。谁都不许下，开快点，别他妈的耍花招！要开快点吗？废话少说，给我踩油门！终于有人和我说可以开快车了，献丑了。极致的推背感，马术表上的指针不断诱移。林贤，别开这么快，慢一点。此时的汽车如破风之剑，炸裂的车速让后座的歹徒脸色煞白。谁他妈让你开这么快的？就是现在。林贤将刹车踩到底，猛打方向盘，轮胎发出刺耳的噪音，巨大的惯性让歹徒径直撞向玻璃，汽车越过护栏，直接飞驰到了空中，一切都安静了。此时高架桥下，正给自己女朋友拍照的男生疑惑地看着刚拍下的照片。詹姆斯邦德，东海007，价值数百万的宾利重重砸下，当场报废。你还好吧？你不是说你不怎么会开车吗？其实还是会一点点的。这叫一点？你是怎么敢的？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我肯定知道，但我没别的办法。那个歹徒本就是亡命之徒，他不可能放我们走的。算了，不说这个了，先下车吧。那个歹徒呢？估计半路被甩下来，可能掉到那下面去了。还是先报警吧。好。随即林贤便拨打了110，详细描述了事件的经过和地点。林贤，谢谢你救了我，我已经记不清楚这段时间谢过你多少次了，但还是要谢谢你。这不算什么，我也是在救我自己。你总是能做出让我意外的事情，但我能感觉得出来，这段时间你仿佛身处矛盾和迷茫之中，就像是一条找不到路的蚂蚁一样，在漩涡里徘徊，找不到出路。其实我很理解你的想法，我也经历过你这个阶段。我从来没给公司里的人说过我父母、我家里的事情。林贤走到赵英俊身旁，默默地听着。我父母在帝都是很有权势的大人物，他们很不喜欢我现在干的事，从来不相信我能做出一番事业，所以我才独自来到了东海。但你已经很成功了。这在他们看来，连一点小成绩都算不上。
但我并不在乎他们怎么看，我不为他们而活，也无需为了取悦他们而去证明什么。这同样也是我想告诉你的话，林贤，你一定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去做自己愿意坚持的事。我相信你，你注定不平凡。林贤看着他眼中的湖光，没有说话，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只是和你分享一下人生感悟罢了。这时，林贤左腕上的手表发出微弱的整点报时，抬起手一看，0点整。或许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他依旧会因为某场事故身亡，但至少今天是赵英俊命运改变后崭新的一天。来到报废的汽车旁，拿出那捧歹徒留下的花束。虽然借花献佛不太合适，但是生日快乐。第二天，一张宾利越过高架桥的照片登上了热搜。林贤学长，这是你和赵英俊姐姐吧？我见过那辆车。随后林贤便打字解释了当时的情况。楚安晴十分震惊地回复道：这真是比拍电影还精彩，难怪大家都说你是东海007。话说学长，你很会开车吗？会一点点。哈哈，回头能不能带我也体验一下呀？这个得先问问那辆宾利同不同意。宾利怎么说？宾利死了。来到公司，同事们纷纷异样的眼光看着林贤。市场部的王哥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兄弟牛批，你是真的牛批！赵总这么多年都没迟到过，今天硬是被你给整缺勤了。什么叫被我整缺勤了？我也是受害者好吗？赵总去医院了，他的腿受了点伤，但没有什么大碍，估计下午就来上班了。哦，估计是撞了的。你撞的？是车撞的，不是王哥。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全变味了？当时的情况太危险了，我一开始可真没想着要飞过高架桥。你小子，我从赵总创业之初就一直跟着他，他什么人我不了解吗？我告诉你哈，赵总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男人单独出去过，你是第一个。王哥，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有一个好消息透露给你。什么消息？今天上午我去医院看望赵总时，他说现在公司业务多了，正在考虑要不要提拔一位秘书上来，他很中意你哦。秘书？赵总之前不是一直很抗拒招一名秘书吗？现在是想通啊。赵总以前那个小秘书的事儿，你多少应该也听说过吧？虽然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们不清楚，不过大概率和公司的重要资料泄露有关，所以从那以后赵总就给办公室安了密码门，可想而知他是有多么不信任别人。所以说林贤，好好把握机会吧，从他那里学到一些商业思维和经验，这对现在的你而言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不过这事还没定，先别往外说哈。说完，王哥就转身离开了。回到办公室，林贤不由得感叹：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呀！总算有机会能看到那张天才俱乐部的邀请函了。希望赵英俊早点告诉我办公室的密码吧。晚上再次入梦，林贤站在房顶，指着远方问道：脸哥，新东海最高的那栋楼上面写的是什么字母啊？ LIIT， 白天你就能看清楚了。是一个公司吗？超级巨头公司那种？对，新东海就是他们建造的。不是老弟，你是哪个山沟子里爬出来的？我儿子知道的都比你多。这样看来，时空变动确实发生了，历史走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细微的变化。不过又好像什么都没变，新东海市依然存在，世界依旧是这般畸形发展的样子。脸哥，这个世界还有 MX 公司吗？那是啥？从来没听说过啊。这个蓝衣猫不是 MX 公司的吉祥物吗？好像就是个单纯的玩具吧。至于你说它是什么公司的吉祥物，我是从来没听说过。好了，老弟，我们该出发了。221号垃圾处理厂外，林贤还按之前的剧情瞒住了 CC。事到如今，我也不瞒着你了，那个保险柜要在0点57分才能抵达垃圾处理厂。这我自然知道，今天一共有2批垃圾车运送保险柜过来，林贤的保险箱在哪辆垃圾车里都不奇怪，在里面多等一会儿就是了。等不到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在0点42分就会毁灭。你可真会开玩笑，即便你说的是真的，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你能阻止0点42分的世界毁灭吗？不能。那我们何必担心这件事？还是说你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打开那个保险柜？我还真有，只要能在今天下午潜入新东海市，然后找到泰姆银行，就能找到那个写有林贤名字的保险柜，再尝试打开它。今天下午？你脑子没病吧？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很多事情我没法给你解释，但我确实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你有没有什么能潜入新东海的线索给我分享一下？没人会傻到要闯入新东海，那不是属于我们的地方，就算进去了能干嘛？更大的可能他们会把你像动物一样杀掉。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万一新东海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纸老虎呢？ CC 沉默了，半晌后叹了一口气。如果你真的这么想进入新东海，我倒确实有一个情报可以透露给你。哎，你们两个怎么还聊上了？还专心盯你的无人机吧，脸哥，我今天站得够远了。什么情报？和潜入新东海有关的吗？但是我需要确认第一批垃圾车里没有那个保险柜，我才会告诉你，要不然我信不过你。
没问题。时间到了，就是现在。很快，林贤两人借着大脸猫的人梯翻了上去。果然和你说的一样，而且其他保险柜的人名你也都说对了。这下总相信我说的话了吧？好吧，我承认你好像确实有一些我看不懂也理解不了的能力，但按照你的说法，世界会在0点42分毁灭，那现在只剩10分钟，不管我们做什么都来不及了。没错，如果想打开那个保险柜，就必须从中午至少是下午开始潜入新东海，才能及时赶到泰姆银行把保险柜打开。CC 摘下面具，疑惑地盯着林贤。可是现在已经晚上了呀，你要如何把时间倒退回中午？这怎么想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我就不给你解释了，既然你已经确认过了，可以把你的情报说出来了吧？有什么潜入新东海的办法？这个设备是我之前从一个垃圾处理厂偷出来的。这段可以跳过，直接讲重点。垃圾车每次重新返回新东海时，会经过一扇安全门，在那里进行活体检测程序，目的就是防止有人趁机潜入新东海市。你既然这么说了，那就表示你有办法避开活体检测吧？没错，但这个办法只有我可以，你不行。行不行？你先说说看。这个东西可以远程连接上那道活体检测安全门，虽然需要一定的距离，但只要破解密码的速度足够快，这段距离完全是来得及的。有了密码，就可以直接通过安全门，这属于一种免检机制。我明白了，你的计划听起来很不错，但唯一的难点就在于必须要有一个密码专家，也就是你。可别，我只是告诉你这个方法，可从没说过要和你一起去。你刚才还说这保险柜比你的命都重要。拼命和送命还是有区别的，我只是通过这个设备里的信息才知道这些流程，但实际上谁能保证一定能成功呢？林贤挨着 CC 也坐到了保险柜上。你坐过来干嘛？你那边没位置吗？我在想，如何能让你相信这个世界会在0点42分毁灭，并且每天可以循环重来的这个设定。那这和你坐过来有什么关系？你就不能坐对面讲吗？说完直接站起身，离林贤远了一些。CC， 其实你记忆碎片里那个大胡子长发的中年男人，大概率就是我。你可别开玩笑了，越说越离谱了。要不然为什么声音会一样呢？声音一样的人多了去了。我的名字就叫林贤。你怎么不说你叫保险柜呢？这样更直接一点。见 CC 根本不信任自己，林贤深深地叹了口气。CC， 你要明白，你那些记忆碎片不属于这个世界，这难道还不够荒谬吗？在打开保险柜这件事上，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唯一可以打开保险柜的办法，就只有今天下午潜入新东海，找到泰姆银行，在垃圾车抵达之前打开保险柜。但要是你不相信我，那你就在不断循环毁灭的白光中遗憾一辈子吧。林贤看了眼时间，0点37分。我要说的就这些，你还有5分钟时间考虑，信与不信你自己决定。良久 ，CC 的眼神才柔软了下来。即便我相信你，又能怎么样？就像你说的，你需要的并不是现在的我，而是下午的我。那我该如何说服10小时前的自己，让他相信10小时前的你呢？如果你愿意合作的话，那一切就好说了。你只需要告诉我一个你的秘密就好。秘密？什么秘密？就是一个只属于你的秘密，并且一旦听到别人讲出来，就会无条件信任的秘密。我会在今天下午找到你，然后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如果那时候的你听到这个秘密，可以无条件信任我的话，那么我们2个就可以开始潜入新东海的计划。所以这个秘密就是让我获取你信任的一把钥匙。林贤说完 ，CC 就陷入了沉思，半晌后才开口说道 ：“VV， 那个大胡子中年男人的名字叫做 VV。”VV， 只需要告诉10小时前的你这个名字，就可以获得信任吗？应该可以的，这个名字对我而言很重要。至少你现在如果能对我说出这个名字，我肯定会信任你的。好，谢谢你的秘密。你今天的中午和下午在哪？我一直都在离城家后面的树林里躲着。真不知道为什么会相信你这些鬼话，你真的很适合当个演说家或者主持人，说话莫名的很有感染力。你看人真准。林贤看了眼时间，还剩20秒。倒数等待世界毁灭这件事真的很奇怪，就好像这个世界是假的一样。你看过《楚门的世界》吗？那是什么？是一部电影。假如再也见不到你，那就先祝你早安、午安、晚安。第二天一早，林贤被喊到了赵英俊的办公室。腰好点了吗？我看你那天从车上下来后，腰好像不舒服，是扭到了吗？当时全身绷得太紧，所以肌肉拉伤了。不过今天好多了，已经没什么感觉了。你的腿怎么样？没什么大问题吧？没什么大事，估计是在车里震的那一下撞到了。对了，林贤，恭喜你，这是你的邀请函。林贤一愣，接过邀请函看了看，发现并不是天才俱乐部的那张。是不是很意外？楚山河竟然会给你也发一张请帖。后天的东海商会新年晚宴，一般不会给商会以外的人员发请帖的。你和楚山河有什么私下的关系吗？没有啊，该不会是看你的面子给了我一张吧？那怎么可能？我在楚山河那里能有什么面子？
这张邀请函确实是给你的。今天下午他们专门给我送了2张邀请函，指名道姓说这一张是你的。既然这样，反正后天晚上我也没什么事，就去长长见识吧。与此同时，东海城郊灵湖别墅内，傲慢，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什么事？我需要一张东海商会新年晚宴的邀请函。你和东海商会的会长楚山河熟悉吗？那种小人物还入不了我的眼。别这么说，傲慢，你当年不也是从东海起步的吗？我在东海发达的时候，楚山河也不过是个小毛孩子，我们不是一个层次的人。总之，我需要一张东海商会新年晚宴的邀请函。可以，这并不难。难得你会对我提出请求，想必这次是真的要出窝抓耗子了吧？差不多吧。很好，那我就能放心离开东海了。下次见面就是几个月之后了，希望那时候可以听到你的好消息。这次这么久，还是回布鲁克林吗？是啊，有些老朋友总要去祭奠一下他们。1952年的那个夏天，距离现在真的太久太久了。对了，季林，这次我离开这么久，所以我喊了嫉妒来协助你。是协助还是监工？你能不能换个人来？我不喜欢嫉妒。嫉妒也不喜欢你，还说了和你一样的话。可这就是你们的工作，尝试去做朋友吧。说完，老人就起身往外走去。那他人呢？我说的又不是现在，他过完年才能来东海找你。过完年，我们这种邪恶组织还有年假吗？嫉妒要回老家杭市一趟，去参加一场同学聚会。妈，有人偷摩托车，弟弟，快去咬他！注意安全啊，小脸猫，叔叔走了。出来吧 ，CC， 我是 VV。你是 VV？ 我不是。那你为什么知道 VV 这个名字？是今天晚上的你告诉我的。随后，林贤便讲述了未来数小时内会发生的事情，以及 CC 原本的计划。你是说，你为了潜入新东海，提前打开那个保险柜，穿越回了现在这个时间点？虽然你理解的有一些小偏差，但大体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要一起合作吗？潜入新东海，没你这密码专家还真不行。CC 犹豫了一会儿，最终也伸手拍了下。你说中了很多我未来的计划，我选择相信你。可只有我们2个人的话，如何翻越垃圾场8米高的围墙呢？谁说只有我们2个了？走，上车。去哪？带你去见我们的大哥。一会儿看我脸色行事，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我到底要干什么？这个其实你也不需要干什么，联邦的成员还是比较淳朴的，没什么心眼。好吧。哎，你能不能开稳一点？不是，你别贴这么紧啊。你以为我想啊？你故意的吧？你可真自恋，有点自知之明行吗？你有什么便宜可占的？其实我认识一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这可真是我听过最老套的搭讪话术。你看，这就是我接下来想说的事情。你知道你和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我不想听。你和他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你这个人太自恋。人家是千金大小姐，集万千宠爱为一身，但即便如此，也没你这么娇蛮自恋，反而非常善解人意，从不会觉得自己有多么受欢迎。你用不着指桑骂槐，所以呢，你喜欢他，就觉得全天下女孩都该和他一样。你别乱黑我，我只是觉得我们接下来还要合作很久，所以提前把很多事说清楚比较好。往后的路程依旧颠簸，两人磕磕绊绊的来到了林贤的出生点。我们在这里等什么？等一个3刀流小偷。什么玩意儿？忽然，远方传来了李大娘气喘吁吁的追逐声。抓小偷啊！抓小偷！小伙子。行，好的。CC 一愣，一时间不知道该干嘛，随即也跟了上去。走你！你怎么这么熟练？这都多少次了，闭着眼我都能把他绑起来。接下来等我们大哥出现就可以了，你先去胡同里躲躲。我觉得可以。好，从今天开始，老弟你就是我们脸帮的人了。脸哥，其实这次抓小偷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还有一个身手非常不错的同伴，并且他还是个非常厉害的人才。你要不要考虑把他也收入帮派？哦，人才啊！我们脸帮当然欢迎人才，不过哪怕是老弟你推荐的，我们入帮的流程也是一样的，必须经过投票同意才行。无妨。CC 出来吧，这是我们大哥，叫脸哥。身后的 CC 缓缓走来，朝众人挥了挥手。你们好呀。二柱子顿时一个机灵，鼻孔里瞬间喷出2道热气。这是弟妹吗？不是。听到这话，二柱子直接一副索然无味的看着 CC。我们脸帮可不是什么胭脂村盘丝洞，哪有收女人入帮的道理？这说出去不被人笑话。脸哥，这事我不同意。女人怎么了？自古以来，天下之大事哪有亘古不变之理？我同意让这位巾帼英雄加入帮派。我操！
你这词从哪学的？这不像你的文采啊，都快唱起来了。我觉得可以。你居然还学会抢答了。既然这样，美女怎么称呼？CC。欢迎你加入联邦。你是说你破解了这个设备，可以看到新东海所有垃圾场的运转信息？没错，所有垃圾车的出发抵达时间都可以清楚的看到。李老板，今晚23点19分，314垃圾处理厂会有大批泡水书运达，这对你们而言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感谢你们告诉我们如此重要的情报。那么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吗？尽管我离城能力有限，但只要是我能帮上忙的地方，我绝不推辞。送我们进221号垃圾场。两人将计划说出后，黎城马上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往221号垃圾场开去。很快，林贤两人通过大脸猫的人梯，成功翻进了城内。身手不错。其实我的枪法更好，只可惜这里搞不到枪，没办法露两手了。这时，远处传来车辆行驶的声音。就是这一批垃圾车，我们走。城门口，数十辆垃圾车排着队过安检，而林贤两人躲在了一辆车的后面。你先进吧，里面空间不大。那我在下面吗？难道你喜欢在上面？这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这个东西使用的时候是需要一定空间的，要不然我看不清光幕，怎么破解密码？所以说我还是在上面好一些。哎呀，这点小事，进去后我们再调整姿势，快点，一会儿垃圾车就开走了。你这样舒服吗？你觉得我会舒服吗？实在不行你就压下来吧。算了吧，我能坚持住，你快点。不久之后，垃圾车开始缓缓前进。好了，动态密钥破解了。你这个密码专家倒是名副其实。说着，林贤从缝隙里朝外边看了看，只见一男一女2名工作人员正逐个检查通过的车辆。怎么还有人工检查？你这眼镜里的工作计划没有写吗？没有，可能垃圾场和城市内的管理是2个系统。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林贤再次向外观察，垃圾车依次进城，很快就要轮到他们这辆。看来是藏不住了，我们必须自救才行。那你有什么打算？眼下他们估计是没有什么危机意识，可以趁机不义伏击他们。如果成功了，我们不仅可以拿下他们的武器装备，还可以换上他们这套制服混进去。那要是失败了呢？失败了就明天再来呗，多大点事？有刀或者匕首之类的东西吗？还有吗？一把的话估计不够，他们2个人呢。这时 CC 又从头发里摸出了一把小匕首。你是多拉 C 梦吗？那是什么东西？算了，不重要。我们躲起来埋伏他们，男的给我，女的给你，一定要快，一击致命。好。是吗？刘主任还有这样的事？可不嘛，上次他办公室门没关，我都看到了。这事传出去可不好啊，他这一段不是正准备晋升呢？这哪藏得住？一个人知道，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了。CC， 你那边怎么样？没动静了。这些人估计是松懈惯了，从没想过会有人敢潜入新东海市。是啊，毕竟几百年来都没人敢进来，更别提前面还有一道活体检测安全门了。所以接下来我们怎么办？要换上他们的衣服混进新东海吗？没错，是时候大闹一场了。来到城里，只见大大小小的车辆在空中飞驰，不过也仅此而已。可能我真的猜对了。什么？这座新东海城或许真的是虚有其表，看来这600年间依旧有人在抑制科技的发展。你看那些人，你有没有发现这里的人都长得太漂亮了，像是雕塑一样？刚刚一路走来，好像确实没有看到老年人，甚至中年人都没有。也有可能他们都是老年人。先办正事吧。你那个眼镜里有泰姆银行的具体位置吗？没有，只有路线描述，并没有具体的地图。那只能去问路了，也可以问问书店的位置，去找找地图之类的东西。可我们身上这么大的血腥气怎么办？别人一闻到肯定会怀疑我们的。靴子这个问题，下次再来优化吧。去找小孩问，小孩子应该不至于这么敏感的。那你可别找返老还童的那种。没过多久，两人暴力进入了一家书店。CC， 这台电脑里应该有图书检索系统，你对电脑比较熟悉，帮我查一本书吧。书名是什么？宇宙常数导论。好的。顺便再帮我看看有没有历史类的书籍。很快 ，CC 就在电脑上搜索了起来。很奇怪，这么大一个书店，竟然没有和历史相关的书籍，一本都没有。难道新东海也没有历史吗？那宇宙常数导论有吗？这个有，在2楼古籍区3号书架第3层。古籍区这种东西不该归类为学术书籍吗？带着疑问，两人在书店2楼找到了《宇宙常数导论》这本书。刚打开，就看到了一条显著的评价。这是一本毫无价值、通篇错误的学术著作，但是它奇迹般的在一座古墓中保存了600年没有腐坏。这或许是一个爱情的奇迹，见证了600年前的那一场忠贞不渝的不朽之恋。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好好的学术书籍，怎么说成是爱情的奇迹了？
刘峰，1996年4月生于龙国陕西，2014年进入陕西大学数学系学习。2021年硕士毕业后，潜心研究宇宙常数，将研究所成著于此书。果然，这位原作者和自己是同一个年代的人。这时，书封里的一张小卡片引起了林贤的注意。亲爱的峰峰，虽然没有等到流星雨，但我在天上还是会为你许愿的。总有一天，大家会明白，宇宙常数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东西。可惜我没有机会看到那一天了。我走了，你要照顾好自己啊！永远爱你的七七。看着这有些令人心疼、故作坚强的文字，林贤不由得想象起一位即将病逝的女孩临死前的简单愿望。就在这时，书店里的警报声响起。林贤，我们快走！林贤点了点头，扔下书也往楼下走去。快上车！你会开吗？试试不就知道了，抓紧！快看后面！林贤回头一看，只见数架无人机正快速靠近。抱紧我！然而摩托艇却突然失灵，不受控制的远离街道，上升到半空中，被无人机包围。好像游戏要结束了，明天见吧。什么？明天好像不行，还要参加晚宴呢。那就过完年再见吧。回到现实，又参加了一场盛大的晚宴。你跳得真好，你也不赖。东海大学里还会教 Tango 吗？会教一些最基本的，但不会教这么复杂的。那你的技术怎么这么好？这首舞曲很出名的，只要是有探戈剧情的电影，往往都少不了这首音乐。我看多了也就学会了。看来你很喜欢看电影，有关电影的知识你总是信手拈来，是不是在这方面很有研究？那倒也没有，只是单纯看的电影比较多罢了。一曲落幕，两人坐到了外围的餐桌旁。林贤学长，赵姐姐，好久不见。东海市的小公主，身穿礼服的楚安晴缓缓走来。安晴，怎么现在才出来啊？这身礼服真漂亮，穿的可麻烦了。怎么样，林贤学长，好看吗？好看。刚才我爸一直拉着我去给叔叔阿姨们打招呼，这才闲下来找你们。林贤学长，现在大家都喊你东海007呢，学校里都已经传开了，他们还等着你再回去开讲座呢。还是算了吧，这可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再来一次的话，我可不敢。赵英俊看着两人，顿时明白了林贤的邀请函是怎么来的。安晴，难得这么热闹的舞会，怎么没想着去跳支舞呢？也没人邀请我呀，每年都是这样，没有人敢和我跳舞。就你爹那宠女儿的样子，哪个黄毛敢在他眼皮子底下邀请你跳舞啊？估计分分钟得血压飙升。要是你不介意的话，让林贤陪你跳一首吧，他跳舞很好的。啊？咦，可以吗？当然可以。可以吗？可以吗？林贤左右看了看，没有发现楚山河的身影。可以是可以，只是安晴你是专业学舞蹈的，不怪我拖你后腿就行。我主要学的是民族舞蹈，交际舞什么的我也不太行啦，还需要你教教我呢。说着便拉着林贤往舞池走去，开始了美轮美奂的表演，水平堪称大师级。可以请你跳支舞吗？不好意思，我已经有些累了。季林，真是意外，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你认得我？季先生说笑了，你现在可是娱乐圈的红人，有关你的报道可不少。那可真是巧了，赵小姐，其实我也认得你。季林笑着拿出了一串钥匙扣。我很喜欢你们公司的这只猫，想为它写一部书，可以给我授权吗？当然可以，只是莱茵猫的授权可不便宜，要是你愿意带着它去奥斯卡典礼领奖的话，倒是可以打个折扣。那真是可惜了，不过方便的话，还请你帮我给这位设计师带个话，希望他能设计一款哥特风格的莱茵猫，我很期待那种反差感。那你何不直接给他本人反馈呢？那位就是莱茵猫的创作者，一会儿你可以直接和他聊聊，他很喜欢你的，说不定真能采纳你的建议。就是他啊，这不是刚才和你跳舞的人吗？是的。那我倒是想冒昧的问一下，你们两个到底谁是他的女朋友呢？楚会长专门邀请你来参加宴会，你不至于连他女儿都不认识吧？不好意思，我一直在国外，对东海的情况还真是不了解。这么说的话，那你就是他的女朋友喽？很可惜，让你的八卦之心落空了，我只是他的老板而已。此时舞池里的两人也往回走去。林贤学长，你跳的可真好。跳舞就算了，这方面我就不班门弄斧了。哪有啊，学长你太谦虚了。赵总，这位是？给你介绍一下林贤，这位就是你之前说过的天才推理家季林先生。你们应该在许云教授的追悼会上有过一面之缘。季林，这就是我刚刚给你提到的莱茵猫的创始人林贤。林先生，我真的很喜欢你设计的这款莱茵猫，能请你给我签个名吗？当然可以，你叫我林贤就行，咱们年纪都差不多大，不用这么生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呀，我最喜欢的也是这一款，
不过你拿到的只能是第2个签名了，第1个在我那，可是写着 No.1 呢。哦，是这样吗？那能给我也写个 No.2 吗？你们俩是真的玩到一块。随即林贤便在钥匙扣的玩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以及 No.2。我看过你写的那本《断桥》，非常棒的一本推理小说。以后还有见面机会的话，我会拿本书找你签名的。会有机会见面的。晚宴结束后，赵英俊带着林贤来到了地下车库。我喝了酒，车给你开吧。这台车真不错。你这么好的技术，不得配更好的车？带我逛逛吧，看看你的车技。我们去哪？去哪都行，今天喝的有点多，找个地方吹吹风吧。行吧。银色的法拉利在街上飞驰，两人来到了黄浦江畔，吹着江风。你老家是杭市的？是的。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吗？就这2天吧，买点东西就回去了。也是，东海和杭市这么近，倒不需要提前规划行程。有件事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想到你现在的情况，其实还是有些难以启齿的。是什么事吗？林贤，你愿意当我的秘书吗？倒不是说让你当我的全职秘书，说真的，现在的你已经完全财富自由，这也是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和你提起这件事情的原因。你说以后有自己创业的打算，想积累一些经验，我认为最能学到这些东西的位置，毫无疑问就是总裁秘书这个岗位。乐意之至，你能如此信任我，我也很荣幸。我相信我能做好这份工作的。我还以为你会拒绝的。要是以前的话可能会吧，但现在我确实想学到一些真本事，而作为你的秘书，无疑是成长最快的途径。那我都需要做些什么呢？平时你还正常工作就行，只是以后我喊你的次数可能会多一些。现在公司的各种事务越来越多，我确实有些忙不过来。当然，有时间的话，还得麻烦你帮我打扫打扫办公室了。我会尽力办好的。对了，办公室门的密码你记一下，32375246这8位数。这么复杂，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说起来有些难以置信。这个密码是我随便设定的。林贤心里默念了几遍，将密码记下。林贤，千万不要告诉第2个人，这个密码只有你我2人知道。我会保密的。新年过后，你会看到一个干净如新的办公室。我很期待。走吧，快下雨了，我们回去吧。将赵英俊送回家后，林贤直接往公司开去。32375246，密码终于到手了，总算是能看到那张天才俱乐部邀请函上的内容了。来到赵英俊的办公室门前，按下那来之不易的数字，一声熟悉的闷响，密码门应声而开。走进办公室，林贤开始翻找桌上的文件。林贤，你在找什么呢？闪电带来的光亮转瞬即逝，林贤猛然站起，心跳止不住的加速。办公室里怎么还藏了个人？这是一个诱饵。当看清女人的相貌，确认不是赵英俊后，莫名的松了一口气。是在找这个吗？林贤没有说话，紧紧盯着眼前的女人。不用这么紧张，林贤，我不是你的敌人。这张邀请函是假的，是我故意放在前台的。假的？那你放它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让你看到，引起你的兴趣罢了。真正的天才俱乐部邀请函可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得到的，不过对你来说倒没有那么难。那很抱歉，你的计划似乎落空了。我对加入天才俱乐部毫无兴趣，甚至对他没什么好印象。你已经身不由己了，林贤。你可以选择在谜团和漩涡中盘旋一辈子，但你始终躲不过会被卷入其中。历史就是这样的，你抗拒不了，也躲避不掉。要想找到这一切的答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获得一张真正的天才俱乐部邀请函。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听你的说法，他们好像还是一个正义的组织。这需要你自己去弄懂，自己去判断。那我也可以选择不去弄懂，不去判断。其实这大多事情都和我无关，我干嘛要去惹麻烦？你不惹麻烦，麻烦也会来找你。或许你还没觉察到，但是你的猫鼠游戏已经开始了。我在天才俱乐部等你，别让我等太久。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我没办法告诉你。那怎样才能获得一张真正的邀请函？也没办法说。既然你什么都不愿意告诉我，那你就在天才俱乐部等一辈子吧。我不是不想告诉你林贤，我是没办法说。其实你已经很接近答案了，与其在这里问来问去，何不回去好好思考一下时空法则呢？尤其是时空弹性，明明是如此关键性的一条法则，为什么不多动脑子再想一想呢？听着女人的话，林贤顿时一个战栗，因为时空弹性这个词语是他自己发明总结出来的。你到底是谁？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下次见面你就叫我黄雀吧。